老太爷，二少爷是死态，夫人也没了。落地逆行，克母克亲，你生不如不生。幸亏我是穿越的，要真是个普通孩子，扔在这院子里，早被养废了。二公子，老爷叫你去祠堂。今天还真冷啊，是吧，魏伯？二公子，天气冷就不要这么苛刻练字了，手都冻坏了。老爷刚走，你就要扼杀大公子姬香火的嫡脉！你今日敢默认饿死嫡子，明日满京都都会知道魏家新当家丧德败行，老爷一生的清贵之名全断送在你手里。天冷，走快些。倒还知道让路。哼，我也去祠堂，你在后头跟着。还有，离我远点，大冬天的，晦气。孽子，过来了就跪好。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不知道，请父亲告知。今天有好事，你兄长即将拜入国子监司业秦公门下为弟子，这是光耀门籍的大好事。从四品的官，没想到父亲一个工部正六品的闲差，还有这个能力。父亲放心，孩儿必当勤勉，不负父亲教诲，不负秦公青睐。好，好，五子当兴家。哼，你这孽子，你哥哥有此等好事，你连句吉祥话都不会说。恭喜兄长。弟弟客气了，弟弟也该努力才是。日后若有难处，尽管来找哥哥。看看你兄长多仁厚，你算了，你就跪在这里，对着被你克死的祖父和亲娘面前，好好想想，你凭什么活着？是，父亲。官人，这下雪天，你怎么真让孩子跪在这儿？地上多凉啊！官人也是，刚下雪就让孩子跪祠堂，父亲和姐姐看着多心疼啊！不好，这女人是冲自己来的。心疼？这个孽子还有脸提父亲和卢娘？你看看你跪在谁面前？你祖父，你娘，你还有脸让他们心疼？哎呀！官人息怒息怒，孩子还小，逆生啊，你也别怪你父亲，实在是，哎，你出生那日的事儿，搁谁心里能过得去？你父亲也是为了这个家，心里苦啊。不过你也该知足，魏家可没亏待你，吃穿用度一样不少。你兄长有出息，你该替他高兴才是。将来你兄长发达了，还能忘了你们两个弟弟？娘，好好，这就回。行了，你带守城先回去，别在这儿冻坏了。母亲且慢。父亲让儿子跪在这里，面对祖父和母亲，儿子不敢不从。只是，儿子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父亲。你这孽子又有何事？既是面对母亲，那儿子想问，为何母亲的牌位前供奉的只有一碟干瘪的糕点？儿子虽未读书，但也记得《诗经》有云：“中思雨，轰轰兮，遗儿子孙省省兮。”母亲生我与兄双子，双生即是应了古训的祥瑞。可这祠堂里供着母亲的牌位前，却是一节苏木和一碟干瘪的糕点。魏逆生，你个还命的孽子，你有什么资格？父亲，逆生知道自己的罪，自当为魏家耻。但我大周可有儿不为母虑者，夫不为妻虑者。宗老说他是功臣，朝廷给他哀荣，族谱给他立传。按族规，有功于族者，当入祠享祭，配享哀荣。可如今呢？母亲本应该在前的牌位缩在角落，贡品连寻常仆妇的祭奠都不如。所以，儿子想问，这规矩何在？崔氏，官人，卢娘是我的发妻，
是守正和逆生的生母，是朝廷京表的杰父。你怎么敢如此苛刻？老爷，我只是一时疏忽，近日琐事太多。疏忽？我看你是生了这一孺儿不知主次了。卢娘的陪嫁庄子是谁在管？卢娘留下的首饰如今戴在谁身上？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？还不滚回去！明日把卢娘的供奉补齐，再写一篇告罪文烧在她灵前。接下1个月，过午便在牌位前跪足3个时辰赎罪。是，官人。今天的事，谁也不许外传。你这孽子还算有点孝心，跪够了就回去吧。我会让管事给你送件过冬的新衣和炭火。跪祠堂，早就习惯了。从4岁那年开始，家里只要有好事，我就会被拎到这里跪罪，克母克亲的罪。真跪出毛病，落下病根，将来谁替我疼？父亲、魏守正，还是崔氏？他们巴不得我跪废了才好。祖父魏征，魏家真正的顶梁柱。父亲能坐上如今工部主事的位置，全靠祖父留下的余荫。大伯魏明远，14岁中举，17岁金魁。当时所有人都说魏家有子当入翰院，可惜17岁一场大病，人没了，无嗣。难怪当年祖父听说母亲生了双生子会那么高兴。长子死了，次子又有了2个儿子，大房总算有后了。娘，我刚刚替你争来的，明日就能兑现了。在魏家，嫡兄是光，我是影，可这世上从来没有光能永远遮住影。这是魏安的书，说是当年祖父第一次入阁时在路上买来赏他的，跟魏守正书房里那些写满大如意的孤本比起来，真是天差地别。祠堂的事已经过去半个月，雪也停了，是时候该认真谋划未来的路子了。唯一的出路就是过继到大伯那一脉。大伯是祖父的嫡长子，早逝无后，按族规，长房不能绝嗣，迟早要从2房过进一个儿子过去。可我现在被困在这偏院，连府门都出不去。二公子在想什么？魏伯，过继长房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二公子不必烦恼，长房名下有老爷当年为大公子攒下的100亩良田、5间铺面，每年的盈利都悉数收入库房。100亩良田，5间铺面，还有这数年的盈利，不愧是做过户部尚书、入过阁的男人，好大的手笔！老爷当年在大公子病逝后亲口说过，我魏征的长房不能绝嗣，这笔产业老爷交由族老代管，并写明待长房有继，尽归4子。将来只要有人成了大郎的香火，这笔钱就名正言顺的归他。可偏偏你祖父生前不喜欢其他旁支族人过继到他的本脉，所以这长房4手的位置就一直空着。二公子，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父亲一直在阻挡族中其他人过继大房，明面上是遵从祖父遗愿，实际上他自己也死死盯着这一笔产业。自从老爷离世，你父亲官位不显，花销却大，平日里又好那些贵物，这些年坐吃山空，他早就把主意打到长房那笔钱上了。魏伯，你的意思是，父亲一定会让我去承长房香火？继母崔氏舍不得你幼弟去吃苦，你父亲又舍不得你嫡兄，何况大周朝历来也没有过继嫡长子之说。只要我过继，就要认大伯为父，彻底脱离魏明德这一脉，不仅解决了科考保举的死局，还能得到100亩良田和5间铺面。有了这笔钱，足够我自立门户。这孩子跟老爷一样早慧，一点就透。二公子，老奴今天说这些，不是要您现在就去做什么，现在也做不了什么。您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读书。您从来不是无路可走，您祖父早就为您大伯也为您留了一条路，而这条路现在也是为您留的。你父亲迟早会将你过继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长房那笔钱，他自己拿不到，又不甘心落入旁支之手，拖到最后，那个4子只能是你。
原来我手里一直有牌可打。二公子，大夫人请您去正院一趟。我儿来啦！这一身行头，一天换一套，怪不得魏博说我那位父亲花销大。逆生啊，当日在祠堂都是母亲的错。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，你也不小了，总窝在那个偏院里，终究不是个办法。我和你父亲商量过了，明年你弟弟守成就要启蒙了，我想让你搬到正院来住，和你弟弟一起读书。当然，咱们请的夫子都是京都有名的。崔氏什么时候这么好心过？我半个月前才让他在祠堂颜面扫地，以他的毒蛇性情，不报复就烧高香了。事出反常，必有妖。阿娘，别怕，这是你二哥。等你启蒙了，二哥以后就住在咱们院里，天天陪你玩。当然，你也别着急拒绝。我娘家有个庶出的兄弟，你这些年在偏院里，怕是闷坏了吧？连府门都还没有出过吧？我让他好好带你出去玩玩，如何？我跟你说，这京都外头可热闹着呢。出门，我明白了，好一招毒计。他这是要把我吊到眼皮子底下，慢慢养肺。好一个捧杀！但这出门的由头，恰恰是我现在最需要的。我连大周朝究竟有多大都不知道。怎么，你不同意吗？没有没有，多谢母亲厚爱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儿子资质愚钝，当年大哥就曾训斥过我，我也怕搬过来耽误了弟弟蒙学，还是留在偏院自修，不扰母亲清静的好。但儿子的确想出去看看，这京都真的有那么热闹吗？这京都何止是热闹啊！而且我娘家兄弟对这京都大街小巷最是熟悉，让他带你去，保管让你大开眼界。可父亲那边……不用担心，你父亲那边自然由我去分说。既然这样，儿子便多谢母亲了。没事没事，咱们母子之间说这些见外的话做什么？等明日我那兄弟来了，我便让他去偏院找你。到底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守成啊，开不开心？你这个二哥很快就要废了。正院也是你能来的地方，莫非是去求母亲施舍了？哼，怎么偏院待不下去了，想搬过来蹭我的先生？我警告你，别在背地里想些有的没的。还有，5日后就是我的拜师宴，宴席上你最好给我安静一点，别出来碍眼。要是让我在贵客面前看见你那张晦气的脸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官人，今儿我见了逆生。你见那逆子做什么？我让他搬到正院来跟守成读书，起初他不愿意，后来我说让娘家兄弟带他出去见见世面，他倒是动心了。哼，随你，别惹出辱没门风的事端就行。妾身有数。对了，官人，今日外头可有什么消息？工部于衡司主事那边听说要空出个位置，老爷打算……我打算去冯家走动走动。冯公，冯首府他不是已经致仕了吗？哼，你们妇道人家就是目光短浅，致仕却不回乡，留在京城，这说明圣眷未衰，说明门生故吏遍布朝堂。他说的话依然管用。当年朝中都传冯半朝未一角，那他如今还会帮我们吗？怎么不会？守正天资聪允，日后再拜入秦宫门下，前程不可限量。逢年过节，我的礼单可从没断过。那官人明日就去冯府？不，等守正拜师之后，拜师宴上秦公亲自上门，冯家肯定会听到消息，那时我再登门，岂不是更有底气？阿姐，我让人给你捎的口信，你可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，姐姐放心，我随便拿捏。心里有数就好，但切记别闹出大事。我家官人是个好名声的，点到即可。放心吧，阿姐，只可惜……闭嘴！你这不学无术的泼皮胡说些什么？
我儿子还在呢。是弟弟乱说，弟弟乱说。滚吧！这可是3两银子，顶我在家好几个月的月钱。这种好差事多来几次才好。这不是大公子奶娘的儿子王荣吗？哼，成天在偏院克扣东西，再回去给大公子嚼舌根讨赏，懒得搭理他。长得倒真是好看，可惜不是我的亲外甥，所以也别怪我了。二公子，我是崔福，我姐姐让我来带你出去逛逛。这老东西也跟着，看来出门后得想个法子支开他。哟，二公子这是舍得出门了。二公子，这大冷天的往外跑什么？惹出事儿，这大冷天跪祠堂可不好。滚！什么？你喜欢跪祠堂啊？老爷看见你都心烦。你要是有自知之明，就趁早的。这是姐姐口中那个没出过门的、任人欺负的灾星。我说过让你滚，你耳朵聋吗？你敢打我！你居然跟他一样也敢！王荣，你个家生奴，你说什么？我是魏家嫡脉，我生母的牌位是在魏家祠堂里供着的。你不过是签了死契的家生奴，你母亲也仅仅是奶了我兄长几口，你有什么资格当面辱我？你等着，大公子不会放过你的！这气势，他平时真的不受人待见吗？二公子好气魄，那个，咱们还出门吗？当然出。这小祖宗到底什么路数？出了府，这老东西总该回去了吧？在京都街头，到时候带着个小崽子，想去哪儿还不是我说了算？小外甥，救救我啊！带你去好地方怎么样？就是不喜欢老家伙跟着。魏伯，听见没？我外甥都发话了，你个老奴还不快滚！哼！你们干什么？二公子，我可是你母亲的叔叔兄弟，你名义上的小舅舅啊！崔福，我问你，我父亲是什么人？我姐夫是魏大人啊。父亲是工部主事，正六品的朝廷命官，他最在乎什么？在乎？他最在乎的是魏家的脸面，是清贵二字。如果让我父亲知道，你一个崔家不受待见的庶子，带着他的嫡出儿子去了不该去的地方，你觉得会怎样？外甥，不，二公子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说呢？这要是闹到父亲那儿，我最多是跪祠堂。可你的话，你觉得我那个继母是会保下你，还是第一时间撇清关系，说是你自己擅作主张的？阿姐她肯定会跟我撇清关系。这就对了，崔福，想明白一点，你不过是家中一小娘生的，在崔家都没人看得起，得罪了我父亲，他将你腿打断，扔出门外，你姐姐、你父亲，不应该说整个崔家，绝对一声不吭，你信不信？二公子有话好说。拿来。什么？我母亲给你的银子，还有你自己身上的钱。二公子，那是……崔福说要带我去不该去的地方，魏伯你听见了吧？听见了。这要是在那种地方传几遍老爷的名字，我给！阿姐害我呀，这哪里是没出过门的呀？二公子，钱我可都给你了，你可不能……放心，你可是我的小舅舅啊，世上哪有外甥会为难自己舅舅的？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着魏安，等回去了，跟我那个继母说一切照旧。还有，
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。是。走吧，难得出来，我要好好看看这大周的天下。今日终于站在这里，站在这人来人往的街道上。小公子，买画，2两银子一幅。6两多银子，刚从崔福那儿榨出来的，够买些纸笔和书，但买画远远不够。我想要的也不是画。方才偏院门口那一幕，那几句字字如刀的话，还有拿捏崔福时的从容，逆生跟老爷年轻时候真像，不，比老爷还狠。一揽清风入我怀。大周文风鼎盛，好辞赋，重荣略，难怪大哥那么在意相貌，魏家这么在意清贵之名。在这个时代，要想出人头地，要么文采惊天下，要么就得东华门外唱名，有马踏阶。二公子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回去。不，难得出来一趟，我还有事要做。魏伯，这附近有书堂吗？书堂？二公子你要买书？我还担心他被这花花世界迷了眼，没想到老爷你的嫡孙也是个读书种子。魏伯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没错，读书必须读书。不是，这老东西真的有40来岁吗？这位小公子要买什么？史书有吗？有，这边请。史书都在这边的架子上。哎，让我们公子安静看一会儿，不耽误你生意。大周承唐而立，设南北2京，疆域东起辽东，西至嘉悦。这疆域跟前世的明朝中期差不多。太祖12年，遣将攻唐，破金陵，斩其国主全族，囊唐王。斩其国主全族，这里竟然全族都被斩了。没有李煜的词，没有一江春水向东流，没有苏轼，没有范仲淹，没有刘永，我所熟知的那些名字一个都没有。所以这个大周是历史的一个分叉，一个经济文风类宋，疆域官制类明的架空朝代。你在看什么呀？哪里来的小肉包子？你怎么骂人？你家才是小肉包子，你全家都小肉包子！哼！你在看什么呀？这么入迷，是新出的词集吗？还是唐朝的诗集？大周史，看这个干什么？多无聊啊！还不如看诗集呢。或者李欣子最新出的词。对了，你是哪家的小郎君？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？魏家。魏家？不可能！魏家长子相貌寡淡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会是魏家的？那是我兄长，我是次子，不怎么出门。哦，那你叫什么来着？魏逆生。这名字好奇怪，什么意思呀？我出生时，母亲难产而亡，祖父也去了。父亲说我是逆生，落地克亲，所以叫逆生。你为什么要这么想？你娘肯定是爱你的呀，她为了把你生下来那么拼命，你怎么能说自己是克亲呢？我阿娘跟我说过，生孩子可疼可疼了，每个娘都是拼了命才把孩子生下来的。你娘要是知道你这么说自己，肯定会难过心疼的。你说的对。那既然你知道我的名字，礼尚往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公说姑娘家不能随便跟男孩子说名字，但看在你长得好看的份上，你就叫我福娘吧。好，福娘，我叫魏逆生，记住了？记住了，魏逆生。小娘子，小娘子你在哪里？家里婆子找我了，我得走了。这小肉包子。
一共3两8钱。真贵，但没办法。二公子，书籍无价，老爷从前买时从来不会嫌贵。魏伯，你说有没有可能祖父买的都是前朝大家的孤本呢？今日又去偏院那边了。回大公子，奴才。你这脸怎么回事？大公子，您可要给奴才做主啊！奴才去偏院看二公子，谁知他上来就是一巴掌，魏安也跟着打。魏逆生敢打我的人，他说大公子不过是个嫡长的名头，真论起来，他也是嫡子，谁也不比谁低。好一个谁也不比谁低，一个克亲的灾星也敢跟我叫板。大公子，奴才受点委屈没什么，可他这么说您……大公子，老爷下衙了，来得正好，你也别说了，我这就去找父亲评评理。官人辛苦了，今日工部衙门事多，还不是那些营缮的差事，有水没有，麻烦一堆。没事，守正拜师宴办完，再到冯公府一拜，将来前程长着呢。父亲，母亲，这个时辰不在书房温书，跑来做什么？父亲，儿子是来求父亲做主的，你自己说。回老爷，奴才昨日去偏院送东西，谁知二公子二话不说就让魏安打奴才，奴才忍着。说，原本说。二公子说，就算大公子在这儿，照样打杀。大公子算什么东西？真论起来，他也是嫡子，谁也不比谁低。官人，逆生这孩子平时看着老实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守正，你弟弟年纪小不懂事。母亲，您别替他说话，我看他现在是大了，有其他心思。父亲，再过几日就是儿子的拜师宴，秦公亲自前来，这万一觉得我魏家治家无方，连带着对儿子的印象。来人，去偏院，把那个孽子给我押过来，立刻！这边，快！二公子，老爷有请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老东西，少废话！老爷发火了，让押过去，最好识相点，别让我们动粗。魏伯，没事，父亲让去一趟而已。父亲，母亲，孽子，跪下！我说跪下，你没有听见吗？父亲让我跪，可以，但我想先知道我犯了什么错。混账！你还敢问犯了什么错？我魏家清贵之名，就是让你随意折辱下人的。父亲，他不但打人，还口出狂言。王荣说了，他当时搬出儿子的名头，这二弟却说，就算兄长在我面前，我也照样打杀。我自问待你不薄，你为何如此辱我？老爷明鉴。奴才真是去送东西的，二公子二话不说就让人打奴才，奴才挨巴掌没什么，可他这么辱骂大公子，奴才实在看不过去。逆生，你年纪小，但这节骨眼上传出兄弟不和的闲话。母亲，您别替他说话，他就是故意的。父亲，我能说几句吗？说。王荣，你真是送东西吗？奉谁的命？奉大公子的命。大哥，你让他送什么？我让他去看看你缺什么，回头告诉我。那你送的东西呢？打翻了。我打你之前，食盒在你手里，我打你，你摔倒，食盒才翻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为什么打你？因为你当众辱我。那些话，你敢不敢当着父亲的面再说一遍？至于你口中那些话，我从没有说过。魏安可以作证，母亲庶出兄弟崔福也可以作证。如果不相信，父亲大可传他们来问话。既然这样，老爷，那魏安是自然是向着二公子的。崔福昨日还和二公子外出。对，父亲，他们的话不能算数。老爷，当时在场的不止他们，还有几个路过的仆役，他们亲眼看到二公子打奴才，老爷可以传他们来问。这家奴是有备而来的。我问你们，昨日下午在偏院门口看见了什么？
回老爷，奴才看见二公子打王荣，王荣没还手，二少爷又打了一下。奴才也看见了，二少爷打人可狠了，一巴掌就把王荣扇倒在地。为什么打？这突然就打人，奴才隐约听见二公子说什么占了个嫡长的名头，真论起来也是嫡子，谁也不比谁低。哦，好好，没想到啊，你居然真的有那种脏心思。你就不能消停一点吗？前几年在偏院老老实实待着，可你为什么要惹事？怎么敢生出夺嫡的心思？我要是你，现在就拿起这把剑自裁，我也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往后我魏明德只有守正、守成2个儿子。王荣是你的人，你说要怎么处理？父亲，二弟虽然做错事，太重的责罚儿子于心不忍，让王荣过去给二弟2巴掌，再唾3口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如何？你这奴才看我做什么？没听见你主子的话吗？听话，君子少壮，不可折辱。好一个听话！你笑什么？我笑我自己，笑我以为只要不惹事就能活下去，笑我竟然还对你们抱有一丝期望。二公子，你闭嘴！你过来！我是魏家嫡脉，我说过，你没有资格辱我。我祖父魏征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，世文端。我母亲是朝廷金表的杰妇。你一奴仆，还敢辱我？父亲，你刚才说你没有我这个儿子。好，今天开始，我也没有你这个父亲。好一个清贵之家，好一个魏氏门风。魏明德，你纵仆孺子，你逼杀嫡子，你比我更愧对祖父，更愧对我母亲。你不是让我自裁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现在就去祠堂，跪在祖父和母亲牌位前自裁谢罪。我倒要看看，明日过后，这大周朝堂有谁敢用你这个纵仆孺子逼杀亲子的魏明德？王荣罪有应得，这事是父亲错怪你了，父亲不该听信那奴才的话。你先把剑放下，咱们父子有话好好说。混账东西，还站着干什么？快去劝一下你弟弟啊，否则我魏家就真的要完了。逆生，好孩子，你千万别冲动，有事慢慢说。对，是兄长错了，兄长不该信那奴才的话。魏安，快来劝一劝这个劝一劝逆生，不然我魏家就真的毁了。二公子到底是被逼急了，但要有理由。现在需要的不是劝，是大义。老爷，老奴斗胆问一句：一个签了死契的家奴以下犯上，按大周律，按魏家家规，打死不论。二公子今日所做，是不是正家风，守家法？原来是地台阶，只要顺着下，魏家清誉就保住了。对，逆生，你做的对，你这是正家风。父亲刚才是一时糊涂。对，逆生你别冲动，兄长错了，兄长也不该信那恶徒。二公子听见了吗？你是郑家风，一个签了死契的家奴而已，没人能怪您。二公子，够了，你赢了。魏伯，你说的没错，第一时间给我铺了台阶，让我体面收场。可是，他们现在说的话是真心吗？明天醒来，他们会不会反悔？会不会倒打一耙？会不会把今天的事编成另一个版本，说二公子持剑行凶，逼父认错？二公子，你不够，还不够。我要的不是他们的附和，而是承认，是公开当着所有人的面无法反悔的承认。父亲，您刚才说我做的对。对。那刚才在中堂里让我自裁，说没我这个儿子，是听信了谁的谗言？大哥，你让王荣过来打我的脸，唾我3口，是听了谁的假话？母亲，您刚才说逆生你年纪小，可能无心之言，是在替谁说话？我现在要你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。今天不说清楚，这剑我不会放下，这祠堂我随时可以去。是为父错了，
为父不该听信恶仆王荣一面之词，不该逼你，你没错，只是因你而起，你就没有想说的吗？混账！都是兄长的错，不该听王荣的话，不该让他去打你，兄长对不住你。逆生，母亲也是一时糊涂，母亲以为王荣说的都是真的，怕你闯祸，才说了那些话，母亲不是有意的。嫡兄是怕前程尽毁，继母是单纯的害怕。不过我要的公开承认已经拿到了，听话、隐忍、低着头做人。今晚我终于站直了，君子以少壮，不可折辱。父亲，今日之事起因是王荣当众辱我是自爆，也是郑家风。但父亲和兄长听信谗言，逼我自裁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吗？你还想怎样？来日若有人说魏家二公子，父亲可替儿子作证。为父当然会替你作证。大哥，你刚才说你错了，那以后王荣这样的奴才，就别往我那边派了。不派了，不派了，再也不派了。逆生，母亲，母亲不必多说。魏伯，那王荣可还有家人？如果还有家人的话，就全部。他是个孤单的，父母早已经死了。这样吗？魏伯，当年我让你传师的渠道可还在？二公子，这一次想传什么？为是次子，为护名节，为守门风，诛杀汝主恶奴，以正家法。我不会浪费这一次机会，我要让父亲没有一丝反攻的机会，顺便为自己养名望。现在安全了，手却抖了起来。二公子，先洗把脸吧。二公子，你今天……魏伯，我大了，不喜欢跪祠堂。老奴知道，老奴都知道。官人，那个逆子留不得，你今晚看见了吗？他当时那个眼神盯着我们，还能提着剑逼问父亲，逼兄长认错。父亲，母亲说的对，他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。他让儿子跪下认错，儿子跪了；他让儿子自抽嘴巴，儿子抽了。可您看他走的时候看儿子的那个眼神，父亲，儿子明天就要拜师了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儿子还有什么脸见人？父亲，您得给儿子做主啊！官人，守正说的对，这事儿要是不处置，往后那逆子更无法无天。你还有脸说？今晚这事儿是谁惹出来的？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他今晚为什么发疯，还不是因为他被逼急了？因为什么你会不知道吗？王荣是你的人，他当众骂了什么，你心里没数？还让那恶仆去打他脸，唾他3口，换你忍得了？魏家堂堂嫡长，被一个奴隶骗得搬弄是非，被当枪使。你现在还知道你要拜师啊？你还想闹什么？非要闹到满城风雨，让秦公知道魏家出了纵屠孺子、逼杀青子的丑闻，你才安心吗？不敢。我看你敢得很。总之，魏家百年名声绝对不能毁在我魏明德手里。老爷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一切以守正的拜师宴为重。等拜师宴结束，等我的事儿办完，再跟那个孽种算账。所以在这之前，你们俩都给我安静点，听见没有？是。二公子，早膳送来了。二公子，这是厨房那边送来的。他们说这是主子该有的分例。主子该有的分例。那二公子当场拔剑，把恶奴杀了，提着剑就去中堂说：“恶奴如主，我郑家风有何不可？”他爹都无话可说。这孩子有血性啊，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子，清贵之风骨。阿姐，你找我？你昨天到底带那个孽种去哪里了？阿姐，我是按你说的办的啊，我带他去赌坊了，真的，我没带他去别的地方。赌坊？难道去一趟赌坊就能让人变成那样？他在赌坊玩的怎么样？愣什么？我问你话呢。玩的开心，特别开心。那小崽子第一次去那种地方，看什么都新鲜，眼睛都不够使了。我还给他买了糖葫芦，吃的可高兴了。难道赌博真能让人性情大变？还是他本来就是这样，只是以前藏得深？你知道王荣吗？王荣，大公子身边那个家生奴？对，知道啊。阿姐，
前日我带那小崽子出门时，他可是被赏了2巴掌，脸肿得跟猪头似的。阿姐，您是不知道，小崽子当时那个气势，一巴掌扇过去，啪的一声，王蓉直接摔了个狗吃屎，趴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，脸上5个指印清清楚楚。那你知道后来怎么了吗？后来我就走了，不知道啊。怎么，那家生奴跑去告状了，让小崽子被罚了？不是，王蓉当众骂他，又去守正面前告状，守正带着他来中堂告状。你姐夫一怒之下，把剑扔在那孽种面前，说让他自裁。阿姐，那小崽子不是二公子，他不会是中邪了吧？等会儿同僚们回来，借着这糕点，正好把守正拜师宴的事提一提。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周大人回，恭喜恭喜啊！你魏家不得了啊！明德兄，你瞒得可真紧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也不跟我等说一声。魏主事，你家公子真不得了，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儿，魏家清贵，名不虚传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莫非是守正？可守正这个时间也在读书啊。难道是秦公为守正造的事？是了，定是秦燕那边把收徒的事宣扬出去了。诸位同僚，哎呀，这都是犬子的一点造化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啊！明德太谦虚了，这课你是非请不可了。这下我在公部的腰杆子算是彻底硬了。明德，你父亲文端公当年在朝，谁不敬他3分？我还担心你这一脉，如今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周大人过誉了，都是孩子自己争气。魏明德，你魏家好家风。魏家子烈也！秦公，秦公，您怎么来了？明德，你没有辜负你的父亲，魏文端地下有知，必会欣慰的。秦大人过誉了，都是守正自己的努力，能得秦大人看重，是那孩子的福分。守正，哈哈哈哈！明德，你说的是你那即将拜入我门下的长子吗？那孩子我见过，才学资质尚可，但要说烈也，奇怪。不是你为守正造的事吗？为什么露出这个表情啊？你魏家子为护名节，为守清贵门风，诛杀汝主恶奴，以正家法，这事儿已经传遍京都了。今日早朝，连陛下都亲口过问了这事儿，甚至亲口夸赞道：“我大周之幸也。”是那个孽子为逆生，这不是昨天才发生的事吗？你怎么愣住了？平时你可没少跟我们夸守正，怎么？魏家清贵出个烈子对你来说都是正常的？那不是烈子，那是孽子。他拿剑逼父，以下犯上，大不孝。而且孩子之所以这么烈，是因为我昨天听信奴人的话，让他自裁啊。秦燕最重礼法，要是让他知道我昨天逼那孩子自绝，诸位误会了，误会。那个为守嫡之尊拔剑诛奴的人，不是我的长子守正，是我家次子。次子？你还有个次子？员外郎，就是那个地饮残羹卧冰床的那个。哈哈哈哈！次子，好，次子尚且如此，那守正必然更好。兄为帝师嘛，明德，你教子有方啊！明日魏府拜师宴，大家都来啊！明德啊，明日拜师宴，你那个次子会来吧？秦公召见，岂有不来之理？那就好。昨天还让我逼着自裁的孽子，现在成了秦燕心心念念要见的烈子。这个孽子，他就是故意的。夫人好福气，令郎如此出息，日后入了秦公门下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今日之后，我就是秦公弟子，往后看谁还敢小看我。二公子，夫人让奴婢送来新衣，请二公子换上，一会儿去正院参加大公子的拜师宴。表面是恩典，实际是想让我错开时间出场。不过，主角不就应该是错开时间单独登场的吗？二公子，今日这宴会得去。寒门科举的苦路子，你祖父替你走完了，你应当为世家子。魏伯，我知道。
二公子真好看。这才是我魏家的嫡脉，这才是文端公，是老爷的嫡孙儿。为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如既入我门，当勤勉向学，勿惰加声。李成，明德，你家次子呢？就那个列子，回秦宫，他在偏院，我这就让人去叫。不必叫，老夫自己去见见。昨日陛下都夸了，老夫也想亲眼看看。秦公，您是主宾，怎能劳动？又是那个孽子，明明是我的拜师宴，老师却只想着见他。秦公有所不知，逆生昨日受了惊吓，回去后就发热了。今日一早说头晕得很，我就让他歇着了。的确如此，那就让他好好歇着吧。廷公体谅，下官敬秦公一杯。兄长，弟弟来晚了。好一个世家贵子，如见魏晋风流。为什么他要来？这是我的拜师宴，这是我的好日子。魏家次子魏逆生见过秦公，父亲、母亲、兄长。好，明德，你这二公子教养的真好。方才在门口听见母亲说儿子病了，多谢母亲挂念。儿子只是昨日有些惊吓，歇了一夜，已无大碍。而且今日诸位贵客莅临魏府，为兄长举办拜师大典，儿子身为魏家子，岂能因小样缺席？孩子，过来，让老夫好好看看。明德，你这二公子相貌堂堂，举止有礼，真如得见魏晋世家子啊！守正，你有个好弟弟，兄为帝师，你可要做好榜样。是，老师说的是。读什么书了？如今在读《论语》和《算经》。哦，还读《算经》？为什么读这个？治国理政离不开钱粮杜方，祖父当年掌户部，学生不敢夺了祖父的声名。好，有志气，有见力，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子。魏家好福气，真是少年精彩啊！老夫是不是收错弟子了？魏家这位次子当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拔剑诛奴，烈性如此，不愧是文端公之后。混蛋！今天明明是我拜入秦宫门下的日子，凭什么所有人都围着魏逆生转？我魏守正才是今天的主角！诸位长辈，诸位贵客，学生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二弟近日列子之名传遍京城，壮我魏家门风，今日岂能无诗词助兴？学生愿与二弟一同作词，我魏家子弟不仅姓列，一知文墨。守正这孩子沉不住心啊，他连正经先生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作词？老师，您意下如何？守正这个提议好，魏家清贵，长子善学，次子姓列。今日若再能得诗词佳作，可谓双璧生辉，当扶一大白。既是为拜师宴助兴，又逢魏家双节，便以魏门双璧为题，各赋一词，如何？好提。守正，你是兄长，你先来。学生遵命。好，来人，赐笔墨。华堂今日喜宴开，贵客迎门贺喜来。师道尊严承教诲，文章锦绣赖栽培。从今步步上云阶，中规中矩，合乎礼仪。守正这词意思明白，是个读书人的样子。守正功夫尚可，不过还欠些火候。老师教诲得势，学生还需努力。我的词赋虽然平淡，但你这个只启蒙过几日的废物，又能做出什么来？名篇多是历经沉浮之作，若做文抄功，这群理学大叔一眼就能看穿，只能靠自己了。10载幽居自也非，一朝拔剑振家威。
满堂宾客皆惊叹。谁到寒门无玉辉？程祖训，守清规，丹心一片向阳飞。今朝且尽杯中酒，他日凌云始到齐。好一个10年隐忍，一朝爆发，好词！好一个10载幽居自掩飞，好一个谁到寒门无玉辉，好一个他日凌云始到齐。孩子，这词是你自己做的？回秦公，是小儿方才即兴所作。此等文采，诸位听听，此子志向，岂是常人能尽？依我看，兴魏家者，当有此列子也。这是什么字体？老夫活了40多年，从未见过这样的字体。这是哪位名家之手笔？既非隶，亦非楷，更非行草，莫非自成一家？啊！这是你写的？坏了，忘了这茬。瘦金体是上辈子的爱好，写上头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回秦公，这字体是小儿自己揣摩而成。自己揣摩？如何揣摩？小子自4岁启蒙后，便被安置在偏院，院中无书，便常去祠堂打扫，看着祖父生前题写的墨宝，日日对着描摹。后来偶尔得见堂中钱塘大家褚遂良的真词，喜其飘逸，又偷偷进过祖父书房，见薛氏兄弟字帖，叹其受印通神。于是当时便想，祖父的字，处世的飘逸，薛氏的受印，若能融为一炉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偏院7年，无事可做，便日日揣摩，日日练笔，久而久之，变成了这个模样。你是说，你自创了一种字体？不敢说自创，只是融合前人之长，略有所得。融合前人之长，自成一家之风，这还不是自创？明德兄，文端公在天有灵，当含笑九泉呢。孩子，老夫教书几10年，见过的才子无数，但如你这般，老夫只能说，你若肯用功，他日必成一代大家。秦公过意，小子不敢当。当得！你这字体可有名字？尚未取名，若秦公不弃，可否赐名？这字瘦劲挺拔，锋芒如剑，却又不失风骨，就叫瘦金如何？多谢秦公赐名，从今往后便叫瘦金。明德，你这二公子很不错。这字体锋芒太露，你可自用，但科举考场则需工整圆润的。小子知道，所以后来重新练了楷书，以备科举之用。好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懂得藏锋。魏家双璧，今日方知谁是真正的玉璧啊！此子日后必成大器。日后有事，你可以随时来国子监寻老夫。多谢秦公抬爱。孩子，若有空来老夫府上坐坐，老夫的书房随你翻阅。多谢秦公厚爱。明德，莫要辜负了这块璞玉。秦公放心，下官一定。父亲、母亲、兄长，若无事，我便先回偏院了。二公子，夜里凉。二公子，今日之后，你的名声算是立住了。今朝且尽杯中酒，他日凌云始到齐。父亲，今日是儿子的拜师宴，他搁那儿又唱又跳是什么意思吗？秦公从头到尾都在跟他说话，儿子这个正经弟子反倒成了摆设。说完了。那为父问你，今晚提议作词的人是谁？是儿子。为父有没有阻止你？呵呵，当时那孽子满脸镇定，你看不出来？他站在那里，眼神清明，毫无惧色。这样的人，要么是有真才实学，要么是早有准备。不管哪一种，你往上撞，就是自取其辱。现在怪他抢你风头，怪的谁？可是父亲，秦公今晚过后，不会也收他为弟子吧？不会。父亲何以见得？你想，秦公若有意，当场开口便是，何必藏着掖着？
到时候兄弟二人同拜一师，传出去也是美谈。那为什么不？因为他是小子，你是学生。你听见那孽子今日在宴上怎么自称的吗？学生二字他一次都没用，从头到尾都是小子。秦公何等人物，一听就知道这孩子只启蒙过，没正经读过书。学生二字不是谁都能自称的，所以他只能称小子。小子只能说自己略有所得，不敢说学生。而且守正，你要记住，你才是我魏家的长子。秦公回朝不久，冯首府就顺势致仕，这朝堂上的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他答应收你为徒，也不只是因为你资质尚可。父亲，儿子不懂。总之情没那么简单，秦公不会收下孽子的，你放心就是了。多谢父亲，儿子就知道父亲是站在儿子这边的。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那弟子今日做的词，说的那些话你也听见了。为什么人家偷偷去过几次书房，去过几次祠堂，就能把祖父的字、褚遂良的帖、薛氏兄弟笔法融合贯通，自创一封？而你呢？你天天在书房读书，先生手把手的教，你学到了什么？那首词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那能一样吗？怎么不一样？说难听一点，你和那孽子都是我和卢娘的儿子，他身上流着的血，你身上也流着。他行，你为什么不行？守正啊，明明你才是最像我呀！守正啊，明明你才是最像我呀！就是像你才完蛋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儿子就是想先回房了，毕竟明日还要去国子监见老师，免得耽误。也是，你先回房吧。这孩子子累父不好吗？俗话说子不累父父厌之，子累父父疑之。我不仅不怀疑你，我还爱你呢。我优点都被你继承了，那孽子也不过是继承了我的颜值罢了。那样的气度，那样的风仪，简直就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。官人，这么晚了还不歇着？今天你看那孽子外貌，是否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啊？当然不一样，逆生那孩子不足官人1/10风采。哈哈，是自然，毕竟你官人当年也是江南才子啊，否则卢娘怎么可能会因父亲带我上门提亲就嫁给我呢？那孽子不过只有我1分风采罢了。冯公是没看见还是不想见？官人。啊，阿爹，阿爹！成儿今天乖不乖？乖，吃了糕糕，好多糕糕。好，多吃点儿，长得壮壮的。官人，喝茶。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是不是衙门里有事？不是衙门的事，是冯家那边还没有回音。冯公拜访求见的人肯定多，说不定帖子压在那儿，还递到冯公跟前呢。也只能这么想了。官人，妾身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什么事？说吧。是妾身娘家的事。妾身大哥在太原府为官多年，家父年迈，想让他调得近些。调回来？想调去哪儿？也不用直接回京都，能调去开封府、南昌府这样的地方，妾身就知足了。成儿，去找奶娘玩。呵呵，太原府调去开封府、南昌府，我那岳父大人还真敢想啊！太原府是什么地方？那是西北重镇，苦寒之地。开封府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南京门户。南昌府是什么地方？那是江南鱼米之田。从太原调去开封、南昌，这得是多大的调动？我父亲在时都不敢这么想。你父亲怎么不直接说，让陛下把京都从南兴搬回北京去？那样你大哥不就在京都了吗？官人说的是，妾身也是这么跟父亲说的。妾身知道这事难办，本不想开口，只是官人问了，才实话实说。妾身是魏家人，自然站官人这边，办不成就不办。这事也不怪你。官人，冯家那边会不会是有什么事耽搁了？谁知道呢？求见的人多，说不定帖子压在门房，还没递进去。官人别担心，魏冯是世交，冯公不会不给面子的。若冯家有了消息，官人能不能顺便提一句，成不成都不怪。
知道了，若有了消息，我会提一句的。多谢官人。哎呀，有辱斯文，干什么大白天的？赶紧给我回房去。二公子，我这几日会族中没见到族长，不过过继长房这事儿，他们根本没资格发话。毕竟当年老爷下过世，族中人本就觊觎长房产业，老爷葬礼上都敢来闹。如今您求他们帮忙，完全折损他们的利益，不可能出面的。魏伯，我又何尝不知呢？但我没想到父亲这么能忍。二公子急不得。正院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？老爷今日休沐，崔氏正为他那太原府为官的嫡出跟个求情，想托老爷帮忙调回京都。哼，太原府调回京都，父亲有这个本事？老爷哪有这本事？他如今也在为冯家的事发愁呢，给冯家递了拜帖，半个月了，石沉大海。冯公当年和老爷同榜，但如今冯公治世，想见的人多着呢。你祖父若在，冯公说不定已经主动上门了。魏伯，你说父亲现在在想什么？大概是在想冯家为什么不见他吧？不是，他是在想，如果冯家真不见他，他该怎么办？他怕的不是冯家不见他，他怕的是冯家不见他这件事会让别人知道。魏家清贵，世交冯家，这是他挂在嘴边的牌面。如果这张牌面没了，他在工部，在同僚面前还怎么抬头？所以他会继续等，等1个月，等2个月，等到不能再等为止。他不肯承认，冯家已经看不上他了。二公子看得真透。不是我看得透，是他在局中，我在局外。不过，冯家的确……魏伯，你觉得我给冯公上一封拜帖如何？二公子，你给冯家递帖，这也是一个办法，不是吗？反正魏家族中废物用不上，我也不能在偏院中等死，否则父亲再拖上数月甚至数年，等我这列子的热度散去，等影响力消失，到那时，主动权就不在我手上了。科举也就这1、2年的事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好，二公子说写，那就写。那现在就写。魏伯，祖父和冯公当年到底有多深的交情？有没有什么事是冯公一定记得的？有。后来老爷去了户部，冯公去了吏部，两人一生交好，从未红过脸。但要说冯公一定记得的是，当年老爷过世，冯公来府上吊唁，在灵前跪了整整1个时辰，谁劝都不起来。最后他对老爷的牌位说了一句：“文月兄，你放心，你魏家事就是我的事。”魏氏晚生逆生，谨奉书于冯公阁下。晚生闻之，松柏有岁寒之操，不因霜雪而改；金石有铿锵之音，不因岁月而泯。昔者先大夫与公同榜登科，生死不渝。公跪灵前一诺，明于晚生之心，至今10载，未尝敢忘。晚生不幸，落地而母亡，祖父亦去，多年幽居偏院，无人问津。有恶奴当众辱晚生为灾星，入击先人。晚生遂拔剑诛之，以正家法。此事蒙陛下褒奖，秦公卿也。然此不过血血之勇。今冒昧奉书，唯愿登门一拜，亲临教诲。若蒙赐剑，先大祖泉下有知，亦当含笑，顿首再拜。二公子，你这帖子，冯公若看了，一定会见的。不一定，冯公若不想见魏家的人，我这帖子也未必有用。魏伯，这帖子不能走魏府的门路，必须由你这位祖父旧人亲自送去冯府，别压在门房。是，二公子。如今成与不成，都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毕竟等是最被动的，哪怕撞南墙，也要先撞了再说。退回去吧，以后送来的一概不见。老爷，门外有人求见。说了多少次，一概不见。打发走。老爷，那人说他是老爷的旧友。旧友？呵呵，来求事儿的人哪个不说是我冯衍的旧友？让他。他说他叫魏安。魏安，文月的书童。哼，那吴用子见我不回帖，居然搬出自己父亲的亲信来质问我吗？不是，那老仆说他是替魏家二公子送拜帖的，而且他还说这拜帖不能压在门房，一定要递到老爷手里。把帖子拿来。好一个劣子之字！
刚进似见骨。好一句，松柏有岁寒之操，不因霜雪而改；金石有铿锵之音，不因岁月而靡。文远兄，你有一个好孙子，可这个孩子，见还是不见？阿公，阿公，你在看什么呀？福娘也要看。阿公在看一封拜献。不要看了，快来陪福娘玩嘛！阿公好久没陪福娘玩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阿公陪福娘玩。对啊，那孩子也是文月的孙子，未逢故交，故人之孙又何妨？去回魏家帖，告诉魏明德那吴用子，让他带文月的2位孙子来见我。是，老爷。阿公，你要见谁呀？一个有趣的孩子。嘿嘿，福娘之前外出也遇见了一个有趣又好看的郎君。哦，谁家的？他可好看了，不告诉阿公。哎，这丫头越来越没规矩了。老爷说了，他会回帖。二公子，怎么说？凤公说他会回帖。老爷，冯府来人了，定是冯公的回帖，快将人请进来。魏大人，我家老爷昨日看到贵府的拜帖，今日特命小人来回帖，请大人携子过府一叙。哈哈，我就说嘛，冯公怎会不见我？定是帖子压久了，今日不就来了？成儿，今天爹爹带你见大人物去，让你也见见世面。成儿，一会儿见了冯公要乖，要叫人，知道吗？官人，怎么了？老爷，冯公这是什么意思？守城也是您的儿子啊，凭什么只见他们俩，不见守城？难不成冯公只认卢氏的儿子，不认我生的？好了，别哭了，让我想想。冯公应该是不知守城年幼，所以才没提。等会儿我带守城一起去，见了面自然会跟冯公介绍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保证。那官人记得顺便提一提我大哥的事。记得，都记得。妾身就知道官人心里是有妾身的。守正，今日去见冯公，你可知道意味着什么？儿子知道，冯公是祖父的故交，若能得他青睐，日后仕途无忧。不错，你拜入秦公门下只是第一步。秦公是理学大家，清流名士，单论朝中人脉，冯公3度入阁，2任守法，门生故意遍天下。今日你若能让冯公喜欢，往后在国子监，在朝堂，路子就宽了。儿子明白，儿子一定好好表现。表现什么？你可千万不要表现。冯公问你什么，你如实回答就好，不要卖弄，不要慌张。记住，你是魏家长子，要稳重大方。是，父亲。这一趟，冯公见的是魏征的孙子，不是魏明德的儿子，所以我不能急，不能漏，不能抢。我要做的是让冯公自己看见我，自己选择我。魏老爷，冯府到了。3度入阁，2任首辅，门生故意遍天下，这才是真正的权贵之家。再往前，便是正堂，飞檐斗拱，气派森严，却又不失清雅。晚生魏明德携犬子拜见冯公。怪不得秦燕那老东西会传魏家次子美姿容，泪未尽。文月兄去世，一晃10年了。你如今还在工部？回冯公，晚辈在工部营善司任主事。工部清闲也好，
你长子如今在何处读书？回冯宫，学生魏守正，现于国子监读书，蒙秦公不弃，收为弟子。秦公是理学大家，好好学，前程不差。多谢冯公教诲。那是你幼子？是，这是妾身的幼子守成，今年2岁半。明德，老夫有些话想单独与你那次子聊聊，你且带长子夫人在偏厅稍坐，让下人奉茶，如何？冯公，您要和逆生单独聊？毕竟是京都盛传，陛下都轻夸的烈子，老夫也想亲眼看看，你不介意吧？冯公客气了，逆生能得冯公召见，是他的福分。逆生，好好回冯公的话。是父亲。你上帖拜访，如今看到我了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冯公在试我，若一开口就求官求财，或是诉苦卖惨，便落了下乘。晚生来时，一路想着见了冯公该说什么，想着想着，忽然想起魏伯说过，祖父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哦，什么话？祖父说，伯远兄善饮，我善算，他饮1壶酒，能算3年账，我算3年账，不及他饮1壶酒。晚生当时年幼，不懂这话什么意思，后来才明白，祖父说的是，冯公之财不在账板之间，而在人心之内。好，好小子，拿你祖父的话来堵我。坐下说，你祖父当年与我同科，他是榜眼，我是状元。后来我们同时入阁，他掌户部，我掌吏部，一干就是40年，甚至于坊间都有艳传冯半朝魏一角，这话你可听过？略知一二。那你说说魏一角中的一角是何意？问题不错，只可惜我也是有做功课的男人。世人结此怨，只说我魏氏专于户部，掌天下财税一角，是赞我祖父精于实务。这是表面意思，那往深里说呢？一角者，孤也，如飞檐之一角，看似凌空，实则悬危；亦如棋盘之一角，看似占先，实则易困。我魏氏权势集于祖父一身，他若在，便是户部半边天；可他若去，便是无根浮萍。此言是赞，亦是警，赞我祖父之能，警我魏氏之威。你祖父若在，听到你这番话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？我也不知。好一个不知！喝吧，我昨日查过你，数年前京都流传的那首诗，也是你让人传出去的。冯公明鉴，不过是小儿自保罢了。好，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小儿自保。不过既然是自保，如今你列子之名，陛下亲口夸赞，秦燕青睐有加，也能保你数年无忧了。你又何必还要来见我呢？可数年之后呢？列子之名能保我几年？秦公的欣赏能保我几年？冯公既然知道那首诗，必然也知我在魏家的处境。我若不想办法，数年之后恐怕便又是那个饮残羹的偏院弃子。那你为何不收敛些，偏院里安安静静读书，等长大了再图后继，不是更好？我为何要收敛？年幼无法，则藏锋。今已少壮，既能提笔，亦能拔剑，当为己先。你就这么肯定你自己？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伯远兄，你又怎么知道我不会回来？就是这个眼神，这种眼神我见过很多次，但那些人后来都沉下去了，只有你祖父真的回来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被人踩到泥里，还能笑着抬头看天，而你也是这种人。魏逆生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有这烈性子了。你跟你父亲完全不像，你累祖。不，你比文月更烈，你是不会让人有机会将自己踩入泥里的。
冯公谬赞，我只是不想堕了祖父的声誉。不是谬赞，老夫看人从未走眼。你近日来想要什么？来时确实有想求的事，但此刻不想求了。哦，因为已经得到了。冯公一句类祖，比任何官职钱财都重。好，好小子，连老夫的马屁都会拍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你知道，我不会提第三次。逆生不敢求冯公什么，只想请冯公指点一条路，一条自由的明路。好，老夫就给你指条路，一条入海上天的路。父亲，冯公怎么跟他说这么久？闭嘴！该不会……安静等着就是。到底在跟冯公说什么？明德，你这二公子列子之称，名不虚传。拔剑诛恶奴，有胆有识，是个好孩子。冯公过誉了，那孩子不过是血气之勇，当不得冯公夸赞。我才是魏家嫡长啊，为什么不找我谈话？工部进来的差事可还顺畅？这几日京城的天气倒也有些凉了。冯公说的极是。守正，陪母亲去院子里走走，你弟弟好奇。你们兄弟俩好好陪你母亲和弟弟，别走远。是，父亲。冯公，在下今日登门，一是替先父给冯公请安，二是这些年在工部营膳司日日与工程文牍打交道，虽说清县终究是有些蹉跎岁月。先父当年在户部也是从主事做起，一步步做到尚书。晚生虽不及先父万一，但也不敢堕了魏家门风，所以就想，若有机会，能否请冯公在吏部那边为在下说句话？六品平调去余衡司也是个主事，不算逾矩。余衡司掌山泽域草木之事，有水比营膳司后些，但事务也繁杂。明德能适应吗？在下愿意学，只要离那些枯燥文牍远些，多些实务，求之不得。冯公，还有一事，说就是戚家有个内兄，如今在太原府为官，家瓮年迈，想让他调得近些，好尽孝心。若能调去开封府或南昌府，便是天大的恩德。明德，你今日来是为自己求官，还是为七兄求官？都有。你倒是会挑时候。明德，你可知当年你父亲在户部为何能官至尚书？因为先父精于实务，为人清正。不止，是因为他从不在一个位置上待太久，也从不一次求两件事。冯公教训的事，是在下贪心了。文月兄，没想到我们的儿子都不堪重用。不过你比我好，你起码还有一个好孙子。罢了，你的事老夫去问问。至于你七兄，得看考绩。多谢冯公，多谢冯公。说到你父亲，要想起一事。当年文月临终前，可是因得了次孙而喜极气。老夫记得文月那日得了消息，说你那早逝的兄长终于有后了。他喜极而哭，连说长房终于有后了。可后来，你这次子被取名逆生。冯公误会，只是让他在偏院养性子。养性子，次子可成长房，可为你那早逝的兄长续上香火。转眼之间，文言已去10年有，你兄长更甚。可如今你膝下3子，为何都还记在你的名下？若你父亲在天有灵，你于心何安？你长子婿成家我不论，你那次子如今也是京都人人口传的烈子，有名望，我也不论。可你那2岁的幼子总不能还留下吧？明面上说过继幼子，
实则是在为那孽子铺路。冯公刚才分明与他谈了许久。明德，你别多想，老夫今日说这些，只是念在你父亲面上，提醒你一句。你那幼子守城，年纪尚小，过继给长房，既不耽误你这一房的传承，也能圆了你父亲的心愿。两全其美的事儿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莫非是魏家族中人不愿意？如果这样，你不用怕。如果需要，我也可以上魏家主持过继。这事儿你帮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。但你求的那件事，我办不办你说了不算，而且你还得认。你要是给脸不要脸，那等我上了你魏府的门，后果可就不一样了。冯公，此事不是不愿，实在守城。不必现在答复，你回去慢慢想，想清楚了再办。至于你那差事，你七兄的事，老夫会让人去问。同样，成与不成，看天意。多谢冯公提点，回去一定好好想想。去吧，叫上你家人，早些回去。父亲，冯公和您说了什么？不该问的别问。自己的差事，七兄的事，全捏在他手里。官人，冯公怎么说？如今只能看结果了。这一步若成了，我就彻底脱离这一房，不再是他的儿子。二公子，如何？魏伯，冯公说会帮我指路。真的？冯公真这么说？二公子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！若真能成，您就是长房嫡子，不受限制了。魏伯，别急，事还没成。毕竟这是一个选择题，只是不知道我的好父亲，你会怎么选呢？官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这样，妾身这心里吓得直打鼓，是不是冯公答应官人的事了？妾身看冯公对官人挺客气的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官人一直盯着守城看，莫不是冯公看出咱们成儿聪明伶俐，想收他入门？冯公入阁前可是状元，他若肯是成儿，那成儿的前程，哎呦，那可不得了！日后咱们这一房，说不定能出个状元郎呢。你觉得我们将守城过继给兄长一脉，如何？魏明德，你说什么？你要把成儿过继给谁？我就是随口一提。随口一提？你提什么不好？提我的成儿！魏明德，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你死了这条心！成儿是我的命，你要把他过继出去，不如先杀了我！好了好了，我就是随口一提，你别这样。随口一提也不行，你提那个孽子，提守正，凭什么提我的成儿？你以为我想，这是冯公的意思？冯公？冯公什么意思？所以冯公的意思是必须过继一个人去大房，那你怎么想的？守正是我的嫡长，不可能。逆生那提剑逼父的孽子巴不得过去，我岂能随了他的愿？而且这次冯公突然提起这事，我看就是那个孽子捣的鬼。你是说那个孽子借冯公的手逼你把他过继出去，心思如此歹毒？哼，不然呢？冯公多年不过问咱们家的事，怎么突然提起这个？守城才2岁半，冯公怎么知道他适合过继？分明是那个逆子在冯公面前说了什么。所以你就要牺牲我的成儿？魏明德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些年我待你如何，我待这个家如何，你就这么对我，这么对成儿？那你要我怎么办？等冯公亲自上府来问吗？别忘了，我的凭调，你兄长的事，都还捏在冯公手里。那就过继逆生，正好随你父亲当年的愿，反正这是他出生时就定下的事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那个孽子如愿。为什么不行？你难道忘记了父亲在长房留下的田产、店铺和存了10年近数千两的入库盈利了吗？那是实打实的好处，你就这么给了那孽子啊？官人你糊涂，
冯公只说过继，可没说不准收回产业吧？你有办法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产业还不是得由你这个父亲代管。至于待他成年，那得多少年后了？到时候那些产业还在不在，还是咱们说了算。而且官人，你不觉得光是过继还不够吗？什么意思？那个逆子可是敢提剑逼父的人，他今天能借冯公的手逼你过继，明天就能借别人手逼你让位，这样的祸害留在宗族里，迟早是个隐患。不如过继之后再行分宗。分宗？这会不会太过了？过，他想过继，想体面，想自由，甚至搬出冯公来压我们，那外面不如就成全他，给他彻彻底底的自由，让他自己一个魏家。提剑逼父，这等孽障未来绝对会祸及家族，不仅过继，还要分宗，以后自己一个魏家跟郡路魏氏再无关系，反正族谱上也是个异例，彻底断绝关系，正合我意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我不管你什么想法，我只知道失去的不能是我的亲儿子，分宗单过。从此以后，长子是守正，次子就是我的守成。至于那个灾星，爱去哪儿去哪儿吧。人还没有到吗？官人，族里也是硬生生将事情拖到今天。唉，可能族中也有考量吧。族叔们一路辛苦。明德，你终于想起要给长房续香火了。你父亲在天有灵，也该欣慰了。是，侄儿这些年疏忽了，这些产业归了四子，那族里还能继续管吗？若是四子年幼，自然可以；但若是四子，你们都安静一点，我是族长，听我的即可。我这位堂侄怕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今日这一趟，怕是要好好掰扯掰扯了。明德，你心里说要把次子过继给你兄长明远，这事文月当年可提过？提过。父亲临终前就盼着长兄能有后。既是文月的遗愿，那自当遵从。只是长房产业这些年一直是由族中代管，那过继之后又该怎么处置？产业自然还是由族中代管。族叔这些年为族中操劳，劳苦功高，侄其心里一直感激不尽。等过继的事定下来，族中该得的一分都不会少。明德，你老实跟我说，是不是还有别的打算？族叔多虑了，侄儿就是遵先父遗愿。你别当我不知道，我可打听过了。你那次子如今在京城可是出了名的烈子，陛下亲口夸赞，拜师宴上一首《鹧鸪天》，惊艳满堂。这么个好苗子，你舍得过继出去？族叔有所不知，正因如此，那孩子性子太烈，和守正处不来，与其留在家一生事，也算全了父亲的遗愿。明德，你父亲当年把整个家都搬到京都来了，族里的后辈他提携过几个？不过他倒是聪明，知道每年拨银子回去，可那些银子修个祠堂门面，发几斗米就没了。族叔说的是什么事？如今你要过继四子，长房的产业，你说是由族中代管，可这代管二字怎么个管法？管到什么时候？管出来的盈利归谁？族叔，依您的意思，该怎么管？按规矩，四子未成年，产业由族中代管，每年收益30%交于主家，70%留作族中公产。30%？那不就是把大头都给了族里？族叔，你这未免要的太多了吧？逆生虽是过继，但毕竟是我亲生产业。过继之后，他就是你兄长明远的儿子，不是你的儿子。产业是明远的，不是你这一房的。族中代管是为了保他长大成人，等他成年，产业全数归还。这期间，30%收益给他用度，70%归族中，这是规矩。族叔说的是，理是这个理，实在不行，钱头我们收下。一口气就要拿走前面所有营收，这侄媳倒是好算计。崔氏，你是哪一房的媳妇儿？长房的事你也要插嘴？明德，你今日请我来是想过继四子，这事儿我应了。但长房房产业处置得按规矩来，你若同意，咱们就开祠堂；你若不同意，我们这就回乡下。你这四子另请高明。族叔留步，咱们好商量。敢问族叔，我兄长这一房这10年盈利有多少？300亩良田，5间铺面，10年下来共计盈利5600两银子。好，这5600两，我与族中4分账，另外20%留给逆生。但逆生过继之后，按您说的，产业由族中代管，每年收益6%交于主家，4%留作族中公产。可以。还有一事，
我想分宗。魏明德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对，让他单过，自立一脉。从此以后，他是长房的人，与我这一房再无瓜葛。那孩子自己同意吗？他巴不得早点脱离我这个父亲。那便依你，分宗的事今日一并办了。多谢族叔，多谢族叔。分宗之后，那孽子彻底滚蛋，值了。过了今日，我这好弟弟就该从魏家滚出去了。哟，二弟来了，怎么不高兴？也是，虽说你我同源同脉，但大伯一方终究是需要人诚香火的。不过你也别难过，你以后还是我的弟弟，兄长我。你自身为兄长，这话不对吧？我的好堂弟。你叫我什么？堂弟啊，过继之后我便是长房嫡脉，你是我二房堂弟，这么称呼有什么不对吗？魏逆生，我可是你兄长。很快就不是了，而且按礼法，我确实是长房，你是二房，你是理学弟子，秦公没教过你吗？宗法礼制，嫡庶长幼，该怎么论？堂弟，今日过后，我是长房嫡脉，辈分比你高，以后见面要习惯行礼。说到底也是个理学弟子，可不要辜负了秦公啊。晚生魏逆生，见过诸位族叔祖、父亲、母亲。眉目清俊，身姿如松，风仪祥雅。这孩子今日开祠堂，为长房魏明公远择嗣成条，嗣子人选为二房魏明德次子魏逆生。按规矩，须问本人意愿。魏逆生，你可愿承嗣长房为魏明公远之子？我魏逆生愿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开祠堂告祖先。今天我也要跪下，但这一次跪下是为了站起来。吉时已到。按规矩，嗣子人选须由本家提出。魏明德，诸位族老在上，晚生魏明德今日遵父旧愿，为王兄明远择嗣。父亲啊，守正自幼聪慧，可他偏偏是长子，无法过继。守成年幼，尚未启蒙，若让他换门庭，实在担不起这份重担呐。所以，就只剩下次子逆生了。逆生啊，为父知道你心里有怨，可今日之事，为父也是不得已。去了长房，莫要堕了魏家门风。逆生，母亲虽不是你生母，但也一直把你当亲生的看。今日你要走，母亲心里更愁。好了好了，莫要误了吉时，既是本家之意，那便依礼行事，开祠堂告祖先，行过见大礼。第一步，告魏氏祠庙。为大周历景和8年3月15，谨以清浊树仙告于列祖列宗之灵前，祈请护佑。第二步，拜魏氏祖，次子魏逆生上前拜祖。祖父，孙儿今日承袭长房，从此以后，孙儿就是大伯的儿子了。孙儿不会堕了您的生命，也不会浪费您铺好的路。第三步，拜四父。第四步，改图谱。李成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我自己。还有一事，二房魏明德提出，嗣子成挑之后，与二房分宗自立一脉。分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明德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分宗之后，他与你这二房再无瓜葛。族长，我想清楚了，逆生继承长房，自当独立一脉，与二房分宗是正理。孩子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分宗之后，你便是单独一房，往后有什么事，二房不会再管你，族中也只会按规矩行事。从今往后，魏逆生为长房嫡脉，独立一宗。孩子，
这是你的立嗣文书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长房嫡脉，独立一宗。终于。等一下，既然分宗了，还住在魏府就不合适了吧？父亲，按礼法，二弟现在是长房的人，咱们二房和他已经是两家人了。他还住在咱们府上，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咱们二房占了长房的产业呢。唉，这可真是……二弟，你也别怪我这个做兄长的说话直，我是秦公弟子，礼法如此，我们都得遵从，你说是吧？礼法？你既然知道我现在是长房嫡脉，那你就这样子跟我说话吗？堂弟，你魏逆生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！孽子不得无礼，守正是你兄长。兄长，二叔，您说什么呢？二叔，你这孽子，你叫我什么？二叔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按礼法，我已过继长房，是伯父的儿子，您是伯父的弟弟，自然是我二叔。官人，方才堂弟还说要遵从礼法，二叔应该也是赞同的吧？别动气。堂弟方才说的对，分宗之后，我确实不宜再住在魏府，那么就请族长将长房的产业交还给我吧。按规矩，长房产业当由四子继承，如今我既已成嗣，这些产业理应归我。良田300亩，铺面5间，这是祖父当年留下的。此外，前10年间族中代管产生的盈利，也该一并交还。刚好10年盈利，按最低估算，加上本金，共计不下5000两。还请族长将这些一并交还于逆生。你年纪小，不懂事，这些产业不能就这么交给你。是啊，孩子，你父亲说的没有错，你尚年少，产业由你掌管，万一被人骗了去，岂不辜负了你祖父的一番心血？正是这个理，而且按规矩，四子年少，产业当由族中代管，这是祖宗传下的规矩，不是我们要为难你。不过孩子你放心，待你成年之后，产业自当归还。但在此期间，前面的利益族中会好好替你管着，后至你成年，每年的收益也会按规矩分你30%，供你读书用度。好一个代管，怕是长房产业早就被你们分干净了，我不过是你们分账的由头。二叔，您方才不是还说分宗之后我不能再住在魏府吗？既然如此，我总要有个安身之处，总要有些银两度日。产业不给我，盈利不给我，让我怎么活？这个你放心，未来30%收益足够你度日了。至于住处，明德，你是他父亲，总不能看着他流落街头吧？祖叔说的是，逆生，你且先在外面租个住处，银两不够，为父再添补些。添补？列位尊长真是好筹谋，这一纸代管之约，怕是从我过继前便已写绝了吧？孩子，你这话是何意？是何意？是何意？我想族长自己心里清楚。长房前10年盈利5000多两，1分没有；后5年画的大饼只有30%，另外30%全进了族里的口袋。我的钱，我的钱，你们拿全部，还要我感谢你们吗？孽子，你放肆！我今天就是放肆了。伪逆生，你眼中可还有？够了，孩子，你年纪小，有些事不懂。产业代管是规矩，不是针对你一人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去查族规。历代4子未成年之前，产业皆由族中代管，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为的就是保护幼子，防止他们被人骗了去。当然，你也放心，族中不会亏待你，30%剩收益足够你吃穿用度。等你成年，产业全数归还，1分不少。是啊，是啊，族长说的在理。孩子，你还小，不懂这些，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族中是为你好，我们这些人还能害你不成？族长说的真好，30%收益足够吃穿用度。可我想问一句，那70%呢？那70%收益归了族中，族中拿去做什么？修祠堂、济贫困，还是进了某些人的私囊？孽子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质问我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这产业的事儿我说了算。韦逆生，你过了，你一个小辈，当着这么多长辈的面如此放肆，成何体统？我过了。好，那我再问一句，前10年间族中代管产业何在，又流向了哪里？总之这是族法，族规是代管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好，
好一句不懂。我是宗子，非尔等可鱼肉之幼童。既然要谈礼法，那我便与诸位尊长好好论一论这礼法。我既入继为长房之子，按理我便是这长房之宗，是这百代不迁之嫡。诸位今日要分的，不是我一个孤儿的产业，而是这宗庙血石、先祖衣钵。魏逆生，你《礼记》大传有云：别子为祖，继别为宗，继你者为小宗。我四父乃先嫡长，承别子之统。我今继为其后，便是这长房之大宗，百世不迁。大宗者，何族所尊。我入继之时，3炷香，1纸书，以告于祖宗。宗谱之事，斩断本父之枝蔓，宜在于长房之正根。诸位族老，若论年幼，我今年力虽至，名分却是尊。诸位虽长，乃小宗之子；我虽幼，乃大宗宗子。而你们，呵呵，以之子而谋宗子之产，是以树夺嫡，以知法根。我魏逆生，今天敢问诸位，这是哪家哪朝的礼法？难道要我堂堂魏氏长房，要绝宿于尔等之手吗？孩子，族中只是代管，不是谋宗子之产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是啊，你言重了，我们只是按规矩问此意。有没有说错？你们心中比谁都清楚。你们一个个名为代管，实为灭嗣。魏逆生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代管就是代管，什么灭嗣不灭嗣，你少在这危言耸听。方才你们说代管，说瓜分，我听得真切。你说我危言耸听，那敢问代管二字点出何经？周行统护婚律明在，护爵之家若无合成分人，财产入关，谓之简教；若有合法继承人，则财产并归系子执掌，亲族不得干预。今日我长房既不绝，又由我承挑，何来代管之理？诸位口口声声怕我年幼不能守成，实则句句不离田产弃妇。昔钱塘名臣胡适必判叔父谋吞幼侄财产案，就有言：若是孤幼之财，听其亲族亲余，则非为人道不利，一切合法何存？诸位今日行径与那判例中贪狠叔父何宜？岂不就是名为代管，实为灭嗣？若长房产业今日被你们口头袭分，他日我若饥寒而死，长房香火断绝，诸位死后有何面目见祖父于地下？《礼记·唐公》有云：丧不虑居，为无庙也。是说家财虽丰，若毁了宗庙根本，虽居华屋，何以为家？今长房之财，及长房之庙基，我父早逝，只于这点薄产，以为祭祀之资。诸位以尊长之名行侵吞之时，岂非逼我长房庙毁四举？诸位不念同根，反欲夺我糊口之业，这与路人劫杀何异？圣人治理，正是为了防止骨肉相残。今日诸位所为，礼法不容，天理难容。我今日若屈从，非但长房之财尽失，更使天下人以为过继二字不过是虚设，使后世孤幼皆可为强宗所凌。我乃嫡嫡亲亲的继子，于法当得权业。今日我若退一步，则天下礼法退10步。诸位欲夺我财，请先夺我名分；欲分我产，请先毁我宗谱。只要我一日是长房之子，这长房的一草一木，便是宗庙之神器。你不是说产业的事你说了算吗？那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如今一为小宗，一为大宗。若是论亲，我当执子执礼；若是论产论宗，我乃长房之主，诸位皆是客。我念及骨肉之情，容诸位全虚全位退出这祠堂。若再言代管瓜分4字，我魏逆生拼着这4字不做，也要在京都敲响登闻鼓，告到府衙。我倒要看看是大周的律法大，还是你们手里那纸私约大。让所有人都来看看魏家这一场名为代管，实为灭嗣的大戏。他要抱着牌位去府衙，他要敲登闻鼓，不好！逆子最善借威，陛下轻夸过他，在京都敲登闻鼓，魏家完了！站住！黄口小儿，好一张利嘴！京都传你列子，如今一见，果然名副其实。不过，既然你要谈礼法，老夫便与你论礼法。我若不借大义，不借余威，转瞬之间便是凄惨下场。所以，我绝不退步。既然怎么选都是死，那就选最硬的路。你刚刚的话不过是仗着宗子2字，但你可知道何为宗子之责，何为孝道之重？礼记内则有云：孝子之养老也，乐其心，不为其志。你刚刚祠堂之中对生身之父，对一族之长言语如刀，现在又抱住先祖神位威胁长辈，这便是你长房宗子的孝道，这便是你读圣贤书的教养。再者，10年以长则兄事之。我问你，在座诸位哪个不比你年长？你方才那番话，可曾有半分对尊长的敬重？你口口声声大宗小宗，却忘了尊尊之上还有亲亲。骨肉至亲，
血脉相连。你说我们代管是侵吞，老夫问你，你今年几岁？可能算出田亩之数，可能辨别气数真伪，可能应付官府催科，可能处置佃户纷争。说难听一点，你连这祠堂的门槛都迈不过去，便要独掌偌大家业，这不是守业，这是败家。言之有理。逆生，我知道你心中怨我，但你也不可以带着你祖父和大伯的神位做出这种事啊！我今天在这里，不是以父的身份来夺你的产，而是以叔的身份来帮你守业。你年纪小，不懂人情险恶。外头有多少人盯着长房的田地？你一人出去，3日之内便能被人骗得倾家荡产。你方才说大宗不可欺，好，我们认你是大宗宗子，但大宗宗子便可以不认生父，便可以对族中长辈横眉冷对。你四父，我兄长，若在天有灵，见你这般目无尊长，怕是死不瞑目。没错，黄口小儿，你可知这代管2字并非我魏家一族中首创？周行统虽有你所谓归宗子之条，但也有朱户爵财产尽给在世诸女之例外，更有律数。你四父临终前可曾立下遗嘱？可曾托孤？再说我宗族100年，向来有幼子产业，亲长代管，至成丁方可交割的规矩，此乃祖训代代相传。族长之前所说没有错，你四父当年也是由祖父代管至成丁的。你今日要破这规矩，便是要破我魏家宗族100年之制。而且你不是说要告官吗？好，你去告。你可知官府罪验何事？罪验家丑外扬，罪验骨肉相诉。周行统斗诉律明载，诬告祖父母父亲者小。你虽过继生身父母，便不是父母了。你今日踏出这祠堂，百姓便会知道我魏家出了一位告父的逆子。到时候你即便赢了官司，赢了产业，你赢了名声吗？赢了科举仕途吗？赢了列祖列宗的庇佑吗？魏逆生啊，魏逆生，你现在是长房宗子，你的一言一行皆关乎长房清誉，还是不要自毁前程为好。你笑什么？好一个亲亲压尊尊，好一个孝道压宗法，好一个祖训压国法。三位的这番话，当真是字字珠玑，句句诛心。只可惜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句句皆是歪理。族长方才引曲礼，10年以长之句，却忘了《礼记·丧服小记》开篇第1句是什么？是。别想了，我来告诉你。亲亲尊尊长长，男女之别，人道之大者也。此3者并列，何曾说过亲亲高于尊尊？若亲亲真能压尊尊，那历朝历代何必立嫡长子？何必定大宗小宗？何必有宗子袭爵、诸子折产之制？再说孝道，族长，你方才说我态度倨傲，不敬尊长，那再问你，《孝经鉴证章》第15，圣人如何说？《孝经鉴证章》第15是说，昔者天子有征臣7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天下。父有征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，故当不义，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，臣不可以不争于君。从父之令，又焉得为孝乎？今日诸位欲行不义之事，欲陷我于不守宗条，欲陷我不尊恶名。我若顺从，那才是真正的不孝。我今日之争，正是圣人所许之大孝。还有父亲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称您为父亲。你刚才说骨肉之爱不可以减，好，我便与您论一论这骨肉之爱。以礼丧服为人后者章，于来后者为之子也。既为人后，则如子于父，而绝其本生。绝其本生4个字，父亲大人是否还识得认得？不用想了，这不是我定的，这是圣人定的，是礼法定的。而且刚才过继，你也亲手在祖宗牌位前烧了文书，磕了头认下的。所以你现在说我是你生身之父，此言大谬。自过继分宗之后，我与本生一族，理当降服不仗妻。你与我是伯父，是叔父，唯独不是父。你以叔父之身，却欲以父子之情动我，这不是骨肉之爱，这是以情乱法，以私害公，以小宗乱大宗。族老方才提幼子产业亲长代管的祖训，敢问族老，这祖训载于何处？写于何书？可有历代宗子画押？可有官府嵌印？这是口口相传，这是口口相传。口口相传，那我便与您论一论口口相传之外的律法。周行统互婚律卑幼私用条书一曰：凡是同居之内，必有尊长，尊长既在，子孙无所自正。若卑幼不由尊长私数用当家财物者，10笔吃10，10笔加1等。此条说的是同居，说的是未分家之子孙。
而我长房早已与本生父分宗别籍，既不同居，何来尊长代管？至于四父当年有祖父代管之说，祖老怕不是记错了，那是父子同居，而我如今长房之内唯我一人，我便是这长房的尊长。诸位乃是别居之亲族，何来代管之权？至于您方才说祖训100年，我今日也有一句圣人言回你。孔子家语曰：乡愿得之贼也。何谓乡愿？便是那些假借祖宗之名，行异己之私，坏真正礼法之人。祖老今日所言，正是此辈。你居然辱我！族长怕我告官坏了名声，怕我影响科举仕途。那我也问你一句：今天若我不告官，任凭诸位将长房产业瓜分殆尽，那我这个过继分宗之人，身无长物，饥寒交迫，连束修都凑不齐，我还考什么科举，求什么仕途？届时，只怕会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骨说：看，这就是那个守不住祖业的魏逆生，活活饿死。名声，我若今日屈从，我连人都不是，还谈什么名声？至于您说告父者矫，父亲大人方才已亲口承认，他是我叔父，不是我父。我告的是叔父谋夺职产，不是子告父。这条律吓不住我。而且退一万步来讲，即便背上忤逆之名，我也要告。孟子曰：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今日之事是义之所在，护我长宗挑，守我四父业，正我宗族名分，这便是我的义。我宁可站着背着骂名告到府衙，也绝不跪着捧着校名被人吃干抹净。他什么时候读过这么多书了？礼记、孝经、仪礼，甚至还有唐代判例著述，这些书我读过，但让我当场引用反驳，我根本做不到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个家伙怎么可能有机会读这么多书？要说机会，也就王戎死后的这1-2个月。可1-2个月，一没名师教导，2没主线书籍，他怎么可能融会贯通这么多书？10年，他在偏院关了10年，没有书，没有先生，没有人管。可偏偏10年盗运龙困境，一朝得势入青云。诸位族老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变的我都变了。若你们还有一丝良知，若你们还念起祖父当年对族中的照拂，现在便备好长房产业契书，送到我面前。若明日午时之前我收不到契书，后日一早，京都府衙的登闻鼓前，诸位自可来看热闹。站住！孽子，你以为你出得了魏家门吗？来人，给我拦住他！你以为我背后没有人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从我抱住神位出来的那一刻，魏安就已经离府。你说什么？那老奴他去了哪儿了？冯公应我一事，指我一路，今日动我者自思量。冯公，他怎么会？你以为你那日能见到冯公，是因为你的面子？孽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拜帖，你魏明德根本没有资格。官人，官人，他的拜帖。什么冯公李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里是魏家祠堂，不是你们京城那套。一个族中小儿也敢拿外人来压宗族？祖叔，别乱动，是冯衍前首府，你们不要乱动。走吧。大公子，去哪儿？明日过后，我们哪里都去的。公子他们，不用在意他们，帮我点灯吧，魏伯。是个劣子，劣子，明明就是一个孽子。明德，够了。其实那孩子真的很像你父亲，像文月。
族叔，你说什么？那孽子像父亲，他一个不尊长，还给他吧。明德，你知道当年我是怎么失去读书机会的吗？那时候族中很穷，只够供一人读书，而我当时已经上了1年学堂，你父亲却只是在家读了几本书罢了。所以，族中长辈们自然会选择我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可你父亲不这么想，你父亲他生性烈，知道消息后自己冲到族中，当着众族人的面跟我辩论。父亲他，文月他引经据典，句句在理，我辩不过他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拿走机会。可后来事实证明，他比我强，他中了榜眼，进了翰林，做了尚书，入了阁，而我只过了第1关的秋闱，甚至还是末闱取进。后面更是屡试不中，只能回乡教书。再后来便开始管着族中事务，碌碌一生至今。今日那孩子在祠堂里辩我的时候，那眼神那气势，跟你父亲当年一模一样。烈但不狂，争但不乱。明德，你厌恶他，是因为那孩子出生之日，文月和卢氏都去了。可如今一看，又何尝不是他们为了这孩子出生，舍了自己的命呢？所以，还给他吧，明德。那孩子说到底，他是文月的孙子，是你亲儿子，不是外人。我去准备长房的产业契书，明日你我中堂议事。大逆不道，提剑逼父，目无尊长，逆生换命的孽子灾星，这种人只会是祸害，遗祸家族的大害。官人，妾身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既然族叔已经决定还给他，那咱们拦不住。不拦？你疯了？我没疯，官人放心，这产业到了他手里，就真的归他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契书过名之后，按规矩过了名还是要收回族中代管的。到时候我们走走关系，把那契书拿出来，人不知鬼不觉过个名，他又能怎么办？过到我名下会不会太明显了？那孽子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官人糊涂啊，过到你名下当然不行，但可以过到别人名下啊。比如先过到守城名下，到时候对外就说这是你父亲留给守城的，那孽子还能说什么？就这么办。官人英明。等契书先到他手里，等族中代管之后，再找机会。族长，二叔，魏逆生，这是你祖父留给长房的产业，良田300亩，地契在此，铺面5间，铺契在此。这是前10年间的入库盈利，扣除开销剩5000两整，你点点。孽子，这都是你想要的，拿稳了，别回头又哭穷。多谢族长。魏伯，你现在就去京都府学县衙、乡贤祠3处。然后将长房所有田产契书尽数录了副本，呈第3处备案。这孩子心思竟如此细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官人，他这是做什么？驻点卖田宅，应问邻者。他搞这一手，日后但凡涉及张房一草一木，都必须过他这一关。这孽子若不应，买主不敢接手，你我更改不了名字。那成儿。哼，魏伯，快去快回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好，你厉害，你算无一策。你不是早就想走吗？走啊！刚好如今族叔在此，我也做个见证。你现在就给我滚出魏家！从今往后，我京都巨鹿卫氏再无你魏逆生。多谢抬爱，日后我也不会以你一脉自称。从今往后，这孩子和魏家再无瓜葛了。终于离开了。公子，魏伯，这些年多亏有你。公子别这么说，老奴是老爷的书童，照顾公子是应该的。不是应该的。这10年，若不是你，我早就死了；若不是你，我读不了书，练不了字，走不到今天。魏伯，
你一生无子，本来可以安安静静在府中养老，却为我操劳至此，逆生无以为报。但我向你保证，100年之后，你会与祖父共受我京都卫士百世香火，是我为你生的京都卫士。公子，这怎么可以？老奴只是一个仆人，怎么不可以？昔日祖父赐你姓，如今我就赐你名，一份可入祠堂的贡名。老奴叩谢公子，老奴愿为公子肝脑涂地。魏博，从今往后，你是我魏逆生的长辈。魏博，咱们走。去哪儿，公子？先找个住处，再慢慢打算。这京都这么大，总有我魏逆生立足的地方。今日过后，京都卫士当由我而兴。5000两听起来很多，可这里是京都，一间像样的院子少说上万两，皇城根下更是有价无市。买房，这点钱连门都没有，何况我怎会傻到把底牌全砸在砖瓦之上？魏博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公子，咱们其实不用为住房发愁。哦，公子，老奴说过了，你不用走寒门路子。别忘了，老爷当年可是入阁兼户部尚书的呀。对啊，我现在的祖父可是前户部尚书。老爷入阁任户部尚书那些年，可不止魏府一处房产。当年想求他办事的人多了去了，金银不要，有些东西推不跳。房产？对喽，有人借着大公子中举的名头，大庭广众送贺礼，老爷再清正也不好扔出去。后来呢？后来有一处不大又偏的留下了，在大公子名下，如今按理说该归你。房子在哪儿？在皇城西安门外，过桥就是。西安门？大周京都以皇宫为中心，四方4门为界。东华门，那是天子门生一甲进士唱名之处。西安门出去便是外城，寻常百姓三教九流聚居之处。西安门那确实偏了，是偏，所以没惹眼留下了。不过多年没打理，恐怕墙塌瓦碎，草长得比人高了。脏乱怕什么？比起花钱租房，有免费的地方住，我不嫌弃。不过魏博，那院子有多大？2进的小院不大，前院正房3间，厢房2间，后院还有库房，总共也就10来间屋吧。这还不大，10来间屋，不愧是跟着祖父见过巅峰场面的男人。那我们明日先去看看。不过那院子要打扫，我日后还要读书，咱们俩忙不过来，得雇几个人。公子说的是，只是这雇人的门路，老奴不太熟。还有你不熟的，当年魏府那些人怎么来的？公子，老奴当年跟着老爷干的都是大事，魏府的人大多是家生子或死气，更有管家专办，哪用老奴操心？不过现在咱们用不起死气，得雇短工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按大周律，寻常百姓雇人只签租契，到期可走，正好适合现在的我们。要去哪儿找这样的人？公子，老奴倒是有个人选推荐，崔福。崔福，哼，他虽然是崔氏的人，但在崔家受气，而且牙行混混闲汉他都熟，钻营本事不小，是个不错的人。那魏博，你找个闲汉去传个信给他，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人。崔福，这人能用，但得拿捏住。先给甜头，再试前途。这种人不怕他贪，就怕他没胆子贪。今日走出魏府，明日去看房子找崔福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我不需要走寒门路子，10年的时间，我要将这权贵人脉一点点捡起来。豆花儿，热豆花儿。我很喜欢这种普通，没有朱门高墙，没有如云仆从，这里才是能安心读书的地方。公子，就是那儿。公子，钥匙老奴一早从贵行取来了。魏博，以后不要称自己为奴了。我说过你是我长辈。
公子，这也太破旧了，要不咱们先租个干净的院子，慢慢收拾这里。不用，破旧怕什么？收拾收拾就能住人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。这屋荒废许久，是你们买下的吗？不是，晚辈正是此屋的主人。京都水深，紫袍多如狗，随便一个孩子都可能大有来头。小心点，总没错。在下许礼，现任顺天府知事。顺天府知事，从八品，官职不高，但好歹是京官。晚辈魏逆生见过许大人。魏姓，你家是？家祖前户部尚书，武英殿大学士魏征，家父魏明远。嗯哼，那工部余运司主事魏大人是你？大人口中的魏大人是在下二叔。晚辈是长房一脉，今已分宗。长房嘛，文端宫的厂房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。等等，你的名字魏逆生？哦，你就是那位拔剑诛恶仆的烈子？不敢当。久仰久仰，魏公子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许大人过誉了，我家就在隔壁，以后就是邻居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。回头乔迁新居，让我家夫人做些好菜送过来。嘿嘿嘿，能和烈子做邻居，这回去当值又有话题和同僚们吹牛逼了。公子，一个从八品的知识，值得您这么客气？魏伯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以后都是邻居。他是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客气一点总比结仇好。顺天府管着京畿事务，咱们日后要在这里安家落户，少不了要和顺天府打交道，说不定哪天就用得上。公子说的是我想窄了。哈哈，魏伯不是想窄了，是替我操心太多了。对了，崔福那边联系上了吗？我昨日给了贤汉几文钱，让他去传话了，估摸着今天就能有回音。你说崔福现在知不知道我和魏家的事了？那家伙别的不行，打听消息可是一把好手。那小阎王，我怎么就鬼迷心窍自己送上门了？嫡出的就是嫡出的，庶出的就是庶出的，我娘是小娘就天生低人一等，亏我这些年这么帮你们，呸！我实在没得选了。这就是那小祖宗的新家，破是破了点，但好歹也是个2进院子，魏家就是不一样。崔福，这还是那个孩子吗？这眼神，这气度，简直锋芒毕露。哎呦，公子，小的崔福给您请安了。魏公子，好久不见。你大哥走崔氏的关系调回南昌府了，这事你知道吧？你姐姐没有帮你吗？看来是没有。魏公子，你找我到底什么事？有话直说。崔福，公子找你自然是有你的事儿。公子刚搬来这儿，院子要收拾，你在京都路子广帮忙雇几个靠谱的短工，打扫的、跑腿的、做饭的都行，按市价给钱，不亏待你。就这点事儿，魏公子放心，包在我背上。要男的还是女的？要年轻的还是稳重的？你说个数。那这个跑腿费……放心吧，少不了你，该给的1分不少。得嘞，我现在就去办。慢着，崔福，你今年多大了？16了。16了，还打算做一辈子闲汉？你母亲是小娘，还不是良妾，是丫鬟出身。她在崔家什么地位，你自己清楚。崔家不可能在你身上浪费资源，崔氏更不可能帮你，毕竟他有亲兄弟。所以你被赶出崔家也是迟早的事，没错吧？崔福，我不是有意在挖苦你，我只是想问你一句，你打算就这么混下去？今天帮人跑腿挣几文钱，然后明天跟一群闲汉赌坊输个精光，后天再去求人。魏公子，这是我的事，不敢劳你费心。崔福，你娘还没享过福吧？你离家后，可就再也没办法接她出去了。崔福，公子是看你是个可用之人，才跟你说这些。你要是只想混日子，今日这差事，公子也能找别人办，但公子却没找别人，找了你。魏公子，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给个明话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你帮我做事，不是1次2次的跑腿，是长久稳当的差事。日后我为你升起来了，你崔福就是跟着我起来的老人。魏公子，你就不怕我是我姐姐的人？你是吗？魏公子，我崔福以后就跟着你了。跟着我不是一句话的事，你得证明给我看。先把人顾好。怎么证明？要老实能干的，要信得过的。
办好了，咱们再谈以后。是。公子放心，我一定办好。公子，你觉得这人能用吗？能用，可以老奴，可我看他就是想在公子手下吃一顿长久饭罢了。魏博，这世上有谁不是呢？崔福，做得很不错。公子满意就好，小的别的不行，跑腿办事还是有一套的。而且，公子你猜，这一整套下来花了多少？多少？统共150两。小的跟那些工匠牙行的人磨破了嘴脾气，这家比那家，那家压那家，硬是把价钱砍下来30%。当然，我崔福也不吹嘘的。公子要是不信，回头我把账目给您过目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辛苦了，崔福，你愿不愿意以后就跟着我当个丫鬟？丫鬟？公子，你是认真的？你办事利落，路子广，懂规矩，留在我这儿，比你在外面当闲汉强。多谢公子抬举，小的愿为公子效犬马之劳。不用效什么犬马之劳，把事情办好就行。日后咱们家人会越来越多，你多上点心。是，公子放心，小的一定尽心尽力。应该看看了。信中无言，君可自戒吗？冯公，这份礼我为逆生收下了。无言最是重，不负白头翁。魏老哥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我是说，你看，公子现在也是当家做主的人了，身边就咱们俩，是不是少了点儿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是不是该给公子找个丫鬟了？你一个老家伙，天天往公子身上凑，端茶倒水的，多不好看。要我说，就得找个年轻水灵的，红袖添香，那才叫风雅。胡说八道！公子才多大，你就想这些有的没的？哎呦！哎呦，魏老哥，你打我干嘛？我哪儿胡说了？公子再过几年就5相之年了，提前准备准备怎么了？什么5相之年？好好的词，我怎么从你口听着就这么不正经呢？那是魏老哥你想多了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崔福说的对，公子你别听他瞎说，崔福这人没个正形，整天就想着这些歪门邪道。魏伯，我没瞎说，你年纪大了，事事亲力亲为，太劳心费神。往后咱们家人会越来越多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。而且你是我的长辈，不是仆人，这些端茶倒水的事，不该你来做。那我也得看着，胡妹子不行。崔福，有件事要你去办，请公子吩咐。把这封信送到冯府，交给冯公。冯府？是那个冯公？公子放心，小的一定送到，亲手送到，绝不含糊。等你回来，便同我去一趟牙行挑人。公子放心，我肯定找个踏实本分的牙人。张老三，今儿有活吗？上次那批活干得怎么样？哎，你说了就有牙嫂。这是牙嫂。李二哥，你那匠人班子还缺人不？回头我给你介绍几个。李娘子，你家姑娘嫁出去了没？我给你说个媒啊。哟，这位小公子气度不凡啊，是来雇人的。小公子是想寻女使、婢尼，还是歌童舞女？尽管说，老婆子这儿应有尽有。说的什么混话？是老婆子多嘴了，小公子别见怪，别见怪。王婆子，好你个崔福，带贵客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吓我一跳。认字，长得好，能签死期的随身女使。崔福，
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这种的可不好找。哼，那些饭官家眷不都在你手里吗？小声点儿，这事儿能乱说吗？放心，钱少不了你的，带路吧。跟我来吧。小公子，您请。公子，他们都是犯官家眷，本该冲入教坊司的，有些跑了，有些被转给王婆子这样子的官行私下收留。丁香结子芙蓉绦，不计明珠祭宝刀。公子好眼力。福建建宁府的3条簪，我没认错吧？是，民女家乡女子出嫁前都这么簪发，只是如今回不去了。公子好眼力，曲娘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一个。她父亲是建宁府的官人，犯了事，家眷充公。哎，所以她小姑娘家顶着个饭籍，没办法，只好就她了。嫁。王婆子，少来这套，说个数。50两。翠芙，这姑娘可是读过书的，会认字，会算账，琴棋书画都懂一些。5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外头买个良家女使才20两，那能一样吗？外头的能认字吗？能有这气派吗？这可是官家小姐。官家小姐，犯官家的小姐跟良家能比？签了死契，一辈子就是奴婢。25链，不能再多了。而且这姑娘说好听一点就是身形清瘦挺拔，说难听一点就是太高，要屁股没屁股，要胸没胸。怎么不想做我这门生意了？以后还来不来了？行行行，25两就25两。翠芙，你个讨债鬼，迟早被你气死。这就对嘛。公子，您看看，没问题就画押。曲娘见过公子。魏老哥，没想到公子喜欢这款啊！少废话，好好走路。我跟你说，我还以为公子喜欢那种温柔小意的，没想到……胡说什么？公子才多大，懂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？哎呦，我哪儿胡说了？你看那姑娘眉眼，那身段，那气质，虽然高了一点，但将来肯定是个美人胚子。公子现在就放在身边，这叫培养感情，懂不懂？曲娘，是你恨吗？恨过。现在呢？不恨了。那就好。好生照看曲姑娘，教教规矩。多谢魏管事。公子，曲姑娘安置好了。魏伯，咱们家又多了一口人。是啊，多了一口人。魏公子来了，家主吩咐过，你来了直接请进。老爷，魏公子到了。来了，进来吧。晚辈见过冯公。你这字，老夫越看越喜欢，瘦劲挺拔，锋芒内敛，难得。冯公过誉了，晚辈只是胡乱写的。胡乱写的？那你在魏家祠堂里那番话，也是胡乱说的？你在魏家的礼法辩论，老夫听说了，句句引经据典，条理清晰，把那些族老变得哑口无言。不过老夫很好奇，你在偏院关了10年，即使有读书的机会，也不过这1、2个月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即使你是神童，也不该早会如此。莫非
世上真的有生而知之者。他彻底调查过我了，从偏院的日子到王戎之死，到拜师宴上的词，到祠堂里的辩论，他全都知道。这个问题答不好，就是万劫不复。但穿越的事绝对不能说，否则他8成会把我当妖怪烧了。世上哪里有生而知之者？冯公说笑了。那你是怎么回事？冯公可读过钱塘韩愈的文章？自然读过。既然如此，那长林先生有一篇《宋王勋序》，其中有句话，晚生一直记在心中：夫沿河而下，苟不止，虽有池疾，必之于海。晚生虽然困于偏院10年，得学不过数月，可冯公又怎么知道，自启蒙之后，晚生就真的停下了？又怎么知道，晚生真的只得学数月？你就算把经史子虚都背下来，没有阅历，没有历练，如何能在祠堂那种场合随机应变，句句在理？冯公，晚生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岂不闻世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，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。正因我读了书，并且在读书的过程中经历挫折，经历顿挫，方才从书中得那随机应变之理。没有那10年幽居，没有那些跪祠堂的夜晚，没有那些被人踩在泥里的日子，我就是把书背烂了，也不过是个书呆子。世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，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。好一句百折不回之真心，万变不穷之妙用。百折不回之真心是体，万变不穷之妙用是用，体用兼备，方为真学问。你自学至此，还说自己不是神童，不是生而当之？看来这一关总算是过了。冯公，晚辈今日登门，主要是来感谢您的指路之恩。若不是您的提议以及那封信，晚辈走不出魏家，也拿不回长房产业。你的确应该谢我，毕竟因为这事儿，我一个治世的老东西又回到陛下眼中了。你既聪慧，我也不逼着你。今日早朝可有不少人让我这个老东西滚出京都呢。冯衍的意思很直白，我因为你卷入了朝堂的漩涡，而你魏逆生也已经成了这局其中无法脱身的棋子。调动了魏明德和崔家的事，被弹劾了，可他为什么说的这么轻松？他不担心吗？这是《礼记》里的话，讲的是君子应该怎样行事。君子嘛，晚辈认为冯公并不担心。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冯公方才写的这一句“君子当坐如师，立如棋”，是教人做个真君子。可冯公若真是个坐如师，立如棋的真君子，今日就不会坐在这里跟我说话了。冯公治世后一直闭门谢客，做个真君子。可凭冯公的身份，其实即使不帮我那父亲，他也不敢说什么。但冯公还是帮了，因为冯公知道，陛下他不喜欢君子。冯公治世这段时间太安静，像一个真正的君子。可陛下真的需要冯公这样子吗？冯公以退为进，可在陛下眼中反而会适得其反。陛下会忍不住想，这位前首辅天天在家里干什么？是不是在谋划什么？若陛下真的需要冯公以退为进，又何须让冯公留在京都？所以充当君子，陛下会把任何事情都主动怀疑到冯公身上，而这恰恰是在我拜见冯公之前，冯公就已经意识到的。所以晚辈才说冯公不担心，因为朝堂的弹劾，陛下必然会留中不发。而冯公借我这一事，前后得利，既解了陛下的怀疑，又了结了与我祖父的交情。好一个魏逆生！你这孩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冯公，晚辈可以借笔一用吗？用吧。你是说，老夫今日之举，正是这痞与侠？冯公本可做个坐如师，立如棋的真君子，闭门谢客，与世无争。但冯公没有。冯公选择了帮我，选择了让自己身上沾上霞，这正是冯公的深情与真气。陛下看见这样的冯公，才会放心。好一个人无匹不可与交，魏逆生，你很好。冯公过誉，晚辈不敢当。不是过誉，是实话。来，接下来不谈别的，老夫还想请你这个胡乱写的，教老夫写一写这受金呢。
公子如何？很好。文业兄，你这个孙子比你当年还要厉害，而且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哼，非要说缺点的话，就是那小子真是一点苦都不想吃啊。不过我喜欢，毕竟有才不傲，非常人。我当年要有这才情，我比你孙子狂100倍。公子又长个子了，看来过几天需要重新做个新衣裳了。崔福那小子又跑出去了，是我让他去打听冯公儿子的事了。就怕那小子嘴上没把门，出去肯定又要跟那些闲汉吹嘘自己去过冯府。不过他打听消息的本事倒是一流。你觉得冯公的儿子会是什么样的人？不清楚，当年在老爷身边时，我听最多的就是冯公长子读书还行，做人还行，做官也是还行，总之就是还行。不过冯公那样的人物，儿子应该差不到哪儿去吧。魏伯，有话直说。公子，我有个事儿想问问您。你说。公子今日在冯府跟冯公说了什么？魏伯是在担心什么吗？不是担心什么，而是怕你太直接了。毕竟老爷曾经说过，读书人讲究委婉，讲究点到即止。你要是把心思都摆在明面上，冯公那样的人会不会觉得你会不会觉得你太急功近利？会不会觉得你不够稳重？魏伯，祖父当时告诉你的没有错，读书人确实讲究委婉，但我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我没有时间委婉。大周科举3年1届，正好可以参加。也就是说，我只有2年时间。科举报名需要3户保，自己、家、师。我自己没问题，家如今也已经过继长房，够用了。但师承这一条，我准备走冯公的路子。拜冯公？可是他已经致仕了。我知道，公子，你可不要被眼前的事蒙蔽了啊！你还小，真的没有必要这么着急。尤其是冯公已经做了2任首辅，我大周开国至今还没有3任首辅的先例。冯公很好，可他的年纪也摆在那儿，说不准哪天就倒下了。而他这样子的官倒下了，就代表了清算啊。这一些我都明白，魏伯。你明白？公子，你真的明白吗？明白还选他？公子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万一冯公……魏伯，正是因为冯公年纪大了，我才选他。冯公门生遍布翰林院与科道，为其耳目喉舌，可他自己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弟子。那冯公的门生门生是门生，弟子是弟子，不一样。门生可以有很多，弟子只能有一个。魏伯，冯公需要一个人，在他100年之后继承他的门生，他的名望，他的一切，一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他那些门生故业聚拢起来的人，一个能在他离世后庇护冯家的人。冯公选中的人是我。所以，公子是想做那个人？对，冯公需要一个小阁老，但不是严世蕃，他要的是张居正。公子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，我需要一棵参天大树，让我能迅速成长。哪怕这棵树已经走向衰老，但只要它还在，就能替我遮风挡雨。等它倒了，我已经长成另一棵树了。公子，我不懂那些大道理，但我知道公子走的路一定是正确的，就跟当年我跟着老爷一样，我只需要跟着就行了。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公子这儿正说事呢。公子，猜我打听到什么了？说。冯公的儿子确实不堪大用，我听好几个在冯府后门帮过工的空汉说，冯公那儿子庸着呢，堂堂吏部侍郎，一听见冯公至神后，当场就吓得主动请辞离京为官了。听说当时得知消息后，冯公气得破口大骂：“平庸儿，平庸儿，扶不起的平庸儿！”原来如此，冯家这是要后继无人了。果然和我猜的一样，冯公内心其实也很害怕呀。毕竟这个位置在没有兵权的情况下，退下来不是荣归故乡，而是倒台清算。可偏偏自己儿子连严世蕃都不是。
徐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少爷回来了，我是来给少爷暖床的。规矩婆子已经教导完了，所以从今往后我就睡在少爷房侧的小榻上。少爷夜里有事可以叫我。那个，徐娘，我才……少爷想多了，贴身女使都是这样的，夜里主子有事得有人伺候起夜，喝水盖被子，而且少爷的确还小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睡吧。混账！混账！老爷，您滚！安稳，以为想安稳就能安稳吗？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。混账东西，连一个孩子都看得明白的事，这平庸子却不明白。魏一角，冯半朝，他看得见魏家的威，自然也看得见冯家的威。人无匹不可与交。好一个魏逆生，原来你也是在告诉老夫，你也有匹呀！昨天我才说魏逆生这小子一点苦都不想吃，现在看来，倒是我低估了他。门生遍天下又如何？翰林院6部科道，他们叫我老师，不过是冲着冯半朝这3个字。若我倒了，呵呵，树倒猢狲散啊！我冯衍这辈子教了那么多学生，到头来竟没有一个能托付后世的人，竟比我那40岁的平庸儿子看得远得多，借名借理，每一步都又稳又准，甚至是在求合作。文月兄，你那个孙子比我这辈子见过的所有人都厉害，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知道我能给什么，他甚至知道我比他更需要什么。来人，老爷，备车，明日随我去西安门。西安门？老爷去那儿做什么？冯公好像身体不太好，有人说他最近经常咳嗽，请了好几次大夫，药都吃了几10服了也不见好。身体不太好，看来时间比我想的还紧。知道了，再去打听，别让人发现。这小子跑腿倒是勤快。冯半朝、魏一角，合则两利，分则俱危。少爷要歇了吗？快点儿，一会儿上香该晚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嘘，别出声。切，我们躲什么？又没有干亏心事。还有，这是谁的马车啊？找隔壁那孩子的？冯公，前首府冯衍。官人，你没有开玩笑，前首府来找隔壁那个被赶出来的孩子。都怪你！我当初就说该去道贺，你非说省钱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冯公亲自上门，我连个面都不敢露。我哪知道？而且这不是你说没有那个闲钱吗？我说你就听啊！你知道什么？这扇门和他在东华门、大明门见过的朱门高墙完全不同，但他说不出为什么站在这扇门前比站在任何一座府邸前都更踏实。公子难道能预卜先知？冯公居然真的上门了！冯公来了。这棵枣树下的少年，竟比这京都任何一座府邸都更像个家。哼，不来不行啊！冯公，前首府亲自来我们这破家。冯公，请坐。老夫今日来，是想问你一件事。
冯公，请说。你那天说人无癖不可与交，老夫想了很久，想问你，你的癖是什么？读书、算账、下棋、写字，还有赌。赌命、赌运、赌一个前程。从偏院到今日，晚辈每一步都是在赌。那你觉得这一局你赌赢了没有？冯公不是已经来了吗？好一个冯公不是已经来了吗？韦逆生，你这个人老夫收了。多谢冯公。寻常得像任何一户人家，往后这孩子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是。逢半朝未一角，合则两利，分则俱危。魏伯，明日备些礼。是。少爷，什么礼啊？拜师礼。曲娘，这是？当然是少爷的新衣。魏伯特嘱咐我说，少爷今日去冯府，不能穿旧衣。这段时间你没日没夜就为了裁这身衣服吗？我问过他老人家，所以是按少爷的尺寸照着做的。辛苦你了，曲娘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少爷起身吧。曲娘，少爷再过几年，满京都的姑娘怕都要被迷去了。胡说什么？公子，马车租好了，在巷口等着呢。公子，路上垫垫。魏伯，我不饿，不饿也得吃。冯府的收徒宴可不是你那兄长的拜师宴，规矩大着呢。到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席，看着点儿，别让公子饿着。得嘞。哎呦，崔家阿福，今儿这么神气？那可不，我家公子要去冯府拜师。前首府冯公了不得了不得，快死了快啊！哥几个，以后别说我崔夫跟错人了，我家公子陛下亲夸的烈子，今日过后当为冯公首徒。真的假的？你吹牛吧？哼！前首府冯衍要收那个烈子为弟子了。当真？那魏家这庶子是要一飞冲天啊！还没消息？还没。再去打听。官人别急，那孽子魏逆生才离家多久？冯公那样的人物，怎么可能？如何？老爷，消息属实，冯府中门大开，京都4品以上官员大半都去了。怎么可能？那孽子分宗离家才3个月，怎么就……这叫什么事啊？老爷，这是冯府管家让小的带回来的，说是冯府收徒宴，4品以上才有资格。但老爷毕竟是冯公未来弟子的本心腹，可以阅品级携家眷上府。冯府4品以上才有资格，老爷一定高兴坏了。你在笑什么？混账东西！你不会以为这在跟我报喜吧？老爷，小的不敢。那这田退回去，不可能。不去，明日朝堂就会传遍我不识抬举，以后这官场我还怎么混？官人，那咱们去，当然去。官人，快去拿清心丸来！此景正应了那一句：满朝朱子贵，尽是读书人。公子，
紧张不？少爷，好了。怕！哈哈，崔福啊，公府门前满诸子，大丈夫当如是也。才是这是。说是冯公要收的那个弟子，这家伙长着。今日居然是那个孽子拜师的日子。魏家小子，学生见过秦公，无需行礼。好孩子，老夫就知道你非池中之物。学生多谢秦公夸奖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好，上次见你还自称小子，如今已是学生了。好，有出息。月白衣衫，风姿如玉，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子。守正，你愣着做什么？没想到今日是二弟。弟什么弟？逆生如今是成了你家长房，小宗继大宗，分宗单开。我平时教你的道法就是这样子教你的吗？堂弟为兄长喝彩。这兄长，这怎么可以啊？学生羞愧，学生万万不敢当。有什么好羞愧的？礼法规矩如此，你是长房宗子，他就应该这样叫你，你受着。没关系，诸位都来看看，这位就是冯公要收的爱徒，魏文端公长房嫡孙，当年金魁魏明远之子，当日陛下亲口夸过的烈子魏逆生。平静，原来不过如此。堂弟也为兄长喝彩。这个逆生的可亲孽子！父亲，我们走。你师父秦燕在场，丰府满堂4品以上，你走得出去吗？他身上流着的，终究是魏明德的血，嫡亲血脉是论不清的。吉时已到，请宾客入席，请冯公魏公子入堂。为冯公贺。拜师礼开始。一礼，正衣冠，先正其身，后学其道。可。二礼，净手，洗去浮躁，静心求学。三礼，拜先师，请孔子像。四礼，拜先生。这路是我在指，也是你在让我指啊。若为此事，天地不容。你祖父魏征任户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，是文端，一生清正，不堕家生。你父亲魏明远19岁中金魁，名动京华。魏家有子当入汉院，前程不可限量。可惜天不假年，英年早逝，而你魏家烈子拔剑诛恶仆，陛下亲口称赞。今日你拜入我门下，我只说2句话：第一，不可堕你家风，你魏家世代清正，你祖父、你父亲皆是如此。你若堕了家风，便是辱没先人。弟子谨记。第二，
不可堕我师名。我冯衍一生门生遍天下，但弟子只有你一个。你若堕了我的名头，我身后则无名。弟子必不负先生所望。这是你祖父当年与我的信物。当年我与文月兄互为之交，以此玉为证。如今他的那块已经随他沉眠入地，这一块送你。记住今日，从今往后，你身上担着的是你魏家的门楣，也是我冯衍的名声。弟子记住了。好孩子，今日之后，你就是冯公的正式弟子了。好好学，别辜负了冯公。学生谨记秦公教诲。沈阁老到！冯公今日收徒，为何不请沈某啊？难道我没有一席之地？沈阁老既不请自来，那冯某自然有你一席之地。来人，看座。冯公治世之后，气色果然佳好，沈某甚是羡慕。如今更是收得家徒，后继有人，那又何必留京呢？安享晚年，方为臣子之道。沈阁老说笑了，老夫这把年纪，哪里还有什么后继有人？不过是收个好孩子，聊以慰藉罢了。倒是沈阁老，当年在福州府养老，何等舒服，如今不也神采奕然地坐在朝堂之上？这就是那个列子。晚辈魏逆生见过沈阁老。不错，气度不凡，冯公好眼光。冯公，今日这拜师宴，沈某不请自来，是有一件事想请教。沈阁老，请说。前些日子，吏部调了几个人，冯公已经致仕，按理说不该再过问朝堂之事。沈某身为首辅，总要问清楚，免得外头有人说闲话，说冯公虽然致仕了，却还在遥控朝政。这话传出去，对冯公的名声不好。沈阁老说的对，这些话传出去，对老夫的名声确实不好。可是魏明德调任余衡司是吏部正常的平调考核，崔家那个推官调任南昌府也是吏部正常的任期轮换，跟老夫有什么关系？当然，沈阁老若是不信，可以去吏部查档。冯公说没有，那就是没有。沈某不过随口一问，冯公不必放在心上。来，沈某敬冯公一杯。再一次恭喜冯公收得家徒，后继有人。魏文月的孙子，魏冯两家可真是世交啊！2次，都是同一个方向，魏明德坐的那个角落。我了解魏明德，胆小谨慎，没有魄力，靠着祖父的余荫在工部熬了8年，连个郎中都不敢争。这样的人，加上魏冯两家关系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跟当朝首辅搭上关系。更何况，魏明德是靠着冯衍的关系才调任余衡司的，不过是个攀附权贵的跳梁小丑罢了。可沈端为什么要看他？崔氏。崔氏不是魏明德那种胆小怕事的人，她这个女人敢想敢做敢赌，要赌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这个女人想要魏家改换门庭。